3年了，登上这万人瞩目之位，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刃上。真相虽仍被锁在深宫闪烁的烛影里，但我们用热血融化了通往大苍盛世的冰坚。内廷怎么不见禁军？陛下，什么人？红色飘带，你们是纪王府的人？纪王要造反，内廷禁军听令，谋逆者格杀勿论！快，发听好！贼一条眼，拿下！纪王殿下，玄机阁和内廷都已控制。赤剑玄机阁皇家重敌，我一人面见陛下即可。是。处理干净。是。你果然要投靠秦琼，迫害忠良。在母亲退。
身后。陛下，殷成爷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生于帝王家，哪儿那么多为什么？难道就是为了那身黄袍吗？苏乐宇，你不该来这儿。靖王殿下才不该在这里。尹成爷，毕恭师弟，你下了这一次，这盘棋也便再也回不了头了。你不要逼我。纪王殿下是要将我与乐玉一同灭口吗？走，走啊！走！殿下，走！殿下。断不可放他儿活路啊！让他们走。殷总，你怎么会在玄机阁？齐王跟我说有人要逼宫，让我来救驾。殷总，乐玉，我们先去中都行营，那里有我认识的人。等城门开后，我们从水道离开，先避一下。殷总，我不走。乐玉，他变了。他都已经逼宫失地了，你还留恋什么？我们一起走。殷总，我走不掉的，我也不能走。我走了，今晚的真相就永远不会为人所知了。你还想查什么？他做的你都看到了，不是吗？今日纪王殿下披上这身龙袍，你我就已在棋局之内。我倒要亲眼看看，这纪王殿下要如何执掌天下这盘棋。殷总，你快走，走。这中都城都在我们脚下了。能看到如此景象，真不枉费我们诓骗老夫子跑出来。这中都城真如棋盘一般，你我便是这棋局中的黑白子。总有一天，我们将亲手执棋，共创着大苍天下。一言为定。
嘉宁29年，女皇武帝因服驾崩。纪王因长衍继皇帝位，改年号圣元。世家三族擢级升迁，宰辅秦求擢升太师，王湛升任刑部尚书，西子墨升任户部尚书。秦求之女秦娇琼恩旨入宫，封为淑妃。靖远侯苏文成贬斥戍守北境。启王因之疑，即刻前往封地就藩。昭阳郡主因从犯上不公，即日起看守皇陵。愿吾皇承天之护，受地之福，享民之心，永保社稷，寿与天齐。先帝遗旨，苏家乐于自幼入宫，深得朕心，择选吉日，封为贤妃。乐于，他变了，他都已经逼宫弑帝了，你还留恋什么？小姐，过几日就是册封大礼了，陛下看到了可怎么办呀？尹长言，我苏乐瑜宁死不会嫁给窃国之人。皇上驾到！参见陛下，小女失礼。陛下赏赐的东西，小女不敢要，但小女的东西，也请陛下还给我。乐于，送给长眼哥哥做礼物。这绳结叫团锦结，又叫六花结，意义诸事圆满，前程锦绣。你喜欢吗？喜欢。你的东西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何来你的东西？先皇传授的道理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让你入宫为妃，乃是先皇的旨意。俯身投降窃国之人，小女做不到。如此忤逆，便不怕朕杀了你吗？我苏家儿女岂会怕死？小女恳请陛下赐我一死。如此说，你宁愿被赐死，也不愿入宫为妃。你当真如此恨朕？我不该恨我。死有何难？
姻亲之事正已在太庙向列祖列宗奏请，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2条路：要么披上嫁衣做朕的贤妃，要么自己跪去太庙磕头，向先皇请罪吧。小女遵旨。你当真如此恨朕？因为玉髓，不为挖掘。他日乐于若嫁我为妻，我定为你亲手做官加冕，便用这山茶花如何？常言，做帝王者，便要承受孤家寡人的一生。你要瞒过天下人，包括乐玉。陛下，陛下，不好了！晋阳侯端城他出事了！小姐，你终于醒了。听说侯爷他驰援不利，贻误战机，致使我军损失惨重，下了大狱，可能要。
小女出言无状，罪该万死。小女只需几日时间，几日之后查明真相，小女任由陛下处置。可是，若你未能查明真相呢？我苏家掌大仓兵马大权，兄长世袭靖远侯。若我兄长当真贻误战绩，那我苏乐瑜自无颜面对先皇，无颜面对大仓列祖列宗。小女愿同兄长一起枭首自戕，以祭奠大仓军魂。你是在用性命威胁朕吗？啊！你一人性命如何换我大宋数万将士？断了这个念想，朕不准。陛下，既然你不许我出宫，我只能偷跑了。这四方形的天困得住你，但困不住我。我一定会查明真相，为了我哥，也为了大仓。哥哥，小妹，他们没有对你用刑吧？没有。你又偷跑出宫了，现在朝局动荡，你可万不要搅进这朝局中啊！如今你身陷牢狱，我又怎能坐视不管？昭刑司刑部身后的世家定然希望看到侯府陷落，难道你还奢望他们能给我们一个公正的裁决吗？哥，你将所遇之事尽数说与我听，我了解原委后，陛下那边问起来，我也好应对。你可听说过鬼兵借道？鬼兵借道。陛下，刑部尚书王湛、大理寺卿冯凌瑜在殿外求见。又是为靖远侯一事吗？是，靖远侯被关在大理寺候审，这一事流言四起，两位大人不知该如何定夺，还请陛下明示。朕要娶苏乐瑜为妃。这些门阀世家便怕苏家的兵权变成朕的兵权，想让朕亲手查办苏文成，如此，苏家兵权就会旁落，世家便可趁机夺取。这是在逼朕。那老奴便称陛下已经歇息了，回了他们。不，这些世家总归是按耐不住了，与其虚以为宜，不如将计就计。你去告诉他们，该怎么审就怎么审。该谁来审就谁来审，大仓律例写的不够清楚吗？是。还有何事？大理寺卿冯大人给老奴讲了一个闲话，说是在大理寺狱看见一个靖远侯府的粗使丫鬟，竟然长得与苏小姐一模一样。陛下，您说这件事巧不巧？什么时候的事？1个时辰之前。参见陛下。
陛下应该已经知道了吧？你未经允许私自出宫擅闯牢狱，朕可让你与苏文成一同下狱。陛下，你当真以为我兄长他会贻误战机吗？无论如何，这都不是你如此放肆的理由。我不过想救我哥哥罢了。但只要我是苏家人，便必须在你们这争权夺利的棋局中吗？你我早已身在棋盘，又何来拉你入局？记得曾经陛下面对棋局，也曾许下过以死正道的浩言。可如今成为执棋之人，黑子白子皆为陛下所用，可陛下却被这黑白之色迷了眼。你私自出宫，朕可视而不见。你今后要查什么，朕也可不问。你说给你几天时间，朕给了，但是在这之后，无论结果如何，册封大礼都将如期举行，朕不准你死。陛下的意思是？字面意思。苏乐玉，你只有这几天时间。哥，鬼兵借道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一夜，我带兵前行，走到昌定桥附近的时候，雾气浓浓，我也和大军走散了。然后我就见到了我追随着那鬼兵的踪迹，来到了昌定桥。没想到昌定桥竟然塌了，塌陷的桥下竟然还有渔夫传书。拍案碎玉，弑君篡位，鬼兵将士，大曾必亡于其手。拍案碎玉，你这个逆子！那然后呢？等我找到失散的部队，得另寻道路，只得绕路前往北京，自然延误了战机。桥梁坍塌，渔夫传书，鬼兵借道，这重重异象，竟都指向于陛下。看来此事不仅仅是针对苏家，我是想将苏家和陛下一箭双雕。时间紧迫，昌定桥一案得尽快查出线索。陛下，靖远侯贻误战机，致使我军将士血染沙场，且渔夫传书的谣言甚嚣尘上。臣以为此皆靖远侯之过，应该尽快定罪呀。陛下，西大人所言极是。陛下如若因靖远侯姓苏而犹豫不决，只怕会寒了天下人之心呐。陛下，微臣子见。
朕自会好好考量。陛下，苏小姐已快到昌定桥附近，可需派人前往。这小娘子可以呀！啊，哎，客官住店啊？我要一间客房。客官实在抱歉了，今天暴雨，客房都住满了。我们店呢就那几间客房，只能2人拼一间了，要不然只能大通铺了。一个人住店呢？银子少不了你的。这不是钱的事儿。银子管够。罢了。谁能跟钱过不去呢？是吧？客官，请。慢着，讲好的规矩说变就变，要不我们也加钱，跟小娘子拼一间算了。大爷，这不合适吧？这不大好吧？就是啊，老板，那我也加钱，我也跟姑娘拼一间，是不是啊，兄弟们？反正我愿意跟小娘子拼一间，对不对？误会，壮士。各位客官，时候不早了，咱们先歇着吧。陛下。林桥案，那渔父传书之事写得如此镂苦，明显是在针对朕。今日朝堂上世家是众口一词，无非想借朕之手削弱苏家的力量。无论秦家、西家、王家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我苏家都是大仓的臣子，是非中间都在陛下心里。亦不会因处境而背信弃义。陛下，请回吧。早些歇息。
见过陛下。无需诸多礼节。陛下没有回宫。朕假借祭扫皇陵出宫，你一人来此查案，朕不放心。这官道石桥需要用巨石建造，可这昌定桥的石料却是用这种碎石料堆砌而成。这官道石桥是由工部、户部监督营造，如真是调包石料，还需找到确凿的证据。我方才还看到，桥底下有许多粗壮的树桩，桥梁坍塌多半与这些树桩有关。这昌定桥坍塌定是人为。营造昌定桥偷工减料，还有人蓄意在河内放了粗壮的树木，这才造成了昌定桥的坍塌。所以那渔父传书还有鬼兵借道，定是有人蓄意制造。能做出此法之人，该是对昌定桥附近情况极为熟悉的人。我先去附近打探消息，陛下可回宫细查昌定桥坍塌一事。先找个地方避雨。好。雨停了。听闻这鬼兵借道，通常发生在雨后的大雾天，这氛围是有些鬼兵现世的感觉了。怕了？我苏家儿女怎会怕这些东西？陛下，你怎么样了？此地不宜久留，先回客栈。
陛下万金之躯，不该冒险救我。这次算我欠陛下的。还记得少时，我练剑受伤，也是你给我上的药。疼吗？这点小伤，一点也不疼。你每次练武受伤，都是我为你上的药，所以，张燕哥哥，在我面前不必逞强。曾经的事，我大多忘了。陛下为何会独自来查案？世家把控朝堂，难以查到真相。那些鬼兵为什么自带蓝色火焰？而且，鬼兵竟会怕弓箭，实属无稽之谈。我方才与那鬼兵交手之时，发现他们的兵器上都刻有“落凤”二字。客官，您要的面好了。先去吃点东西吧。来，喝点热茶。来，慢用啊。哎，掌柜的，你可听说过昌定桥鬼兵借道？你们遇见了鬼兵，还能活着回来？这确实身上有点纯本事啊。掌柜的，经常发生这种事情吗？自从那件事情过后啊，这里就时常出现。哪件事？
当年啊，修葺昌定桥的时候，也是连降暴雨啊。这修葺的进度，它就一拖再拖。那朝廷呢，就调遣了一支军队前来助力。那这桥它很快就修好了吧？可就在这个时候啊，它发生了一件怪事儿啊！有鬼啊！有鬼啊！就把这支军队他给吞噬，入了冥府了。自此之后，我们这儿啊，便有了鬼兵借道的传说。那您可知道是哪支军队？这年代久远，小老二便不知了。多谢了，掌柜的。哎，二位慢用啊。陛下，若真如他所说，那些装神弄鬼之辈，很有可能跟骆凤有关系。我想再查查，看有什么线索。明日我需回朝，为你争取时间。我不在身边，你保护好自己。如此，便多谢陛下了。一切小心为上。太师真乃神算，那陛下说是噩梦缠身，要去祭扫皇陵，哼！可他果然和那苏乐鱼去了昌定桥，而且想必现在应该已经查出些什么了。看来西家做过的事要瞒不住了。太师啊，苏文成下狱，他苏家手里面的兵马大权，苏文成目前还未定罪。若是再让苏乐鱼嫁给陛下，陛下更是如虎添翼，所以兵权要夺，苏乐鱼也不能封妃。看来要给我们这位陛下施加点压力了。掌柜的，您可听说过落凤二字？落凤，不曾听说过。哎，不过在这个密林深处啊，有一处村庄，坐落在一处洼地里，从上往下看，貌似凤尾。哎，客官说的莫不是这里吧？这该就是落凤村了吧？这枪法，
人呢？不见了。姑娘，来此何事？小女本来想去往定州，可这昌定桥坍塌，只得另寻他路渡河。我不知不觉在山野里迷了路，听到了一阵钟声，便循声而来了。我们村从不来外人，但凡见了外人，便会敲钟。原来如此，婆婆。小女赶路而来，口干舌燥，能否讨碗水喝？喝完水让她走。是。喝了水就赶快离开。多谢。婆婆，看您手上的茧，也是习武之人吧？什么习武之人？这是做农活做的。婆婆这双手可不像是做农活的。这是……我特意撒下的银石粉。方才姑娘在村外习的枪法，可是大苍军枪法？你认得？我父兄都曾参军，略懂一二。如今这天色也不早了，我还是送姑娘出村吧。杨云，今天待在家里，哪里都不许去。姑娘，请。请。婆婆，冒昧一问，这个村子里为何全是女子？男人打仗死绝了。婆婆，抱歉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赶快回家，没你的事。哎，好。姑娘，再往前走便可出村，老身就不远送了。婆婆，告辞。村中有很多上了年纪的女子，还都是习武之人，又会军中枪法。这个村子不简单。虚实3刻，山神庙。你果然有事要说。是我叫杨云，瞒着婆婆来的。我们长话短说。你怕是瞒不过你婆婆。就知道你另有心思。大家都在这儿了，不如我们敞开聊聊。我和你没什么可聊的。看你言谈举止，想必也是官府之人。婆婆，为什么？我们不就是在等这一天吗？你，姑娘，我们本是……杨云，你婆婆，你不要拦我！难道你不想沉冤得雪吗？婆婆，婆婆，婆婆，我不看你了，婆婆。
杨云，婆婆，人都不见了，不好，落凤村要出事。大人，王湛，还有西子墨。这个村并没有登记在州府的名册中，不知道有多少人，所以还不确定有没有人生还。保护好现场。是。什么人？给我追！不用追了。哎，为什么？有可能是村中的唯一活口啊！哼，他不是。王清，昨夜落凤谷大火，昌定桥附近又出怪异之事，你为何不报？启禀陛下，正因此事疑点众多，臣不得不重视，这才前来向陛下直谏。陛下，这把火烧得蹊跷，一夜之间整个村庄不复存在。臣已命人将落凤谷包围，希望能早日找到破案线索。可谁知这现场竟出现一个不明身份的女子，此人无故出现，且形迹可疑，臣恐怕现场已遭破坏。陛下，微臣办向来雷厉风行，杀伐果决，若在现场再发现可疑人等，臣请陛下恩准，将其就地正法。难得王清一片忠心，朕岂能不准？起来说话。为陛下分忧，乃臣之本分。你是？见过苏小姐，赵娘子患病离宫，从今起由奴婢来伺候苏小姐的起居。皇上驾到！参见陛下。参见陛下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陛下今日可是？苏乐瑜，你可曾私自出宫去了落凤谷，扰乱王清办案？自上次陛下警告过后，小女便从未踏出过皇宫一步。难道王清能冤枉你不成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看来朕平日里是太过骄纵于你，让你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便罚你去玄机阁细思己过。
乐于，倘若有一天，长颜有难，大仓危悬，你可否愿意为朕扛起千钧重担，守护江山子民？陛下，乐仪在看什么呢？今日早课，先生讲史，讲到后妃传时，书中却尽是赞颂贤良淑德，却没有一本史书描写他们的巾帼豪情。小女心中疑惑，便借来许多史书，正在寻找。找到了吗？想来是这史海浩瀚，看了这么久，都没有找到。朕看来，我们的乐于倒是有左辅右弼之才。以后想不想有一番自己的作为呢？既然史书里没有，何不把自己写进史书里？若当真有那么一天，小女定竭尽全力，开创一番天地，护我大仓，承平盛世。参见陛下。你可知朕为何要发你来这玄机阁？因为那宋娘子是王战的眼线，毕竟玄机阁内无人敢进。今日他故意提到你，言语之中尽是在威胁朕，说再发现可疑人等便就地正法。他已认出了你，朕怕他危害于你。落凤村的事查得怎么样了？此番调查，我发现这落凤村藏有很大的秘密。村民既是习武之人，且多为女性，鬼兵借道很可能与他们有关系。我怀疑落凤村之所以被烧成灰烬，与这个有关。王战和西子墨，他们两个在现场，不像查案，倒像是在找东西。该不会就是在找这个吧？或许查清此事，就能解开鬼兵街道的谜团，昌定桥案也会有线索。这看起来像是节制军马的令牌，只是这平阳二字，朕从未见过大仓的军队有这样的军号。大仓节制军马都需要记录在案，想必价格库该有记录。那明日一早，我们便去价格库查一查。还请陛下需想个由头发难，这样我才好暗自调查，如此才不打草惊蛇。价格库主事官岳梦玲，明日或可利用此人。陛下英明。还记得这鸳鸯灯
是你为我们选的样式。这本《张生彩鸾灯传》在民间可受欢迎了。是吗？你看，囊里真香谁见妾，娇绡滴血染成红。殷勤一下轻萧意，奴与才郎至袖中。这刘素香啊，故意遗落红绡帕子，并题诗帕上，与拾到帕子的张顺美约定，来年元宵节约定后门相会，并以车前鸳鸯灯为号。此法果真大胆又烂漫。看来乐于都忘了。一时挨日，一日挨月，一月挨年。若当真喜欢，为何要在来年元宵节再见？一时挨日，一日挨月，一月挨年，方可两情好合，偕老百年。感情自须细水长流。你可还记得少时，你我常在这里读书论辩？自是记得。这玄机阁中的一切，小女都铭记在心。不知陛下可都还记得？不早了，陛下请回吧。价格库上折，兵刑户3部库房年久失修，漏雨严重。长此以往，恐怕卷宗典籍要被毁掉。为何不及时修缮？回陛下，户部不拨银子，微臣实难修复。陛下，我大仓向来量入为出，今年各款项已尽数划拨，却已无多余款项，以供修缮。难道一句没钱便要置天下事于不顾吗？这西子墨、岳梦麟在。无论用什么方法，修缮之事势在必行。钱不够，就从朕的银库中出。是。抓紧去办，退下吧。尽早把它解决。没了苏文成，陛下就是狮牙猛虎，不足为惧。岳梦麟，微臣在。价格库是要好好修缮一番了。启禀皇上，如若修缮，这兵刑户3部的卷宗典籍，都需移出去才好。那就移，亡羊补牢要快速。你们几个跟着岳大人搬典籍，万事小心。是。这边来，你们去搬兵部，剩下的人跟我去搬刑部、户部。
所有卷宗里都没有女人参军的记录，也没有任何军队使用平阳军的名号。平阳军好像从来就没存在过一样。岳大人，不是在外面指挥堆放吗？在这里做什么？回陛下，兵部的卷宗迟迟没有搬出，臣便来看看。岳大人不是说一次搬空无法全部堆放吗？待刑部、户部修缮完，再修兵部也不迟。是，还是陛下思虑周全。走吧。是。适才我翻阅兵部卷宗，发现正规军记载中是没有平阳军这支军队的，只在一个没有任何标识的卷宗柜中找到了记载。嘉宁11年冬，平阳军驰援不利，幸大仓将士血战，死守北境长城，终退敌，平阳军回朝。嘉宁11年，北境作战，该是得胜而归。朕从未听说过未得到援助之事。而且为什么驰援不利？又是谁在领兵死守？回朝后又如何了？都没有记载吗？没有，只是这嘉宁11年之事，与苏家如今的情况如此类似，这其中必然有什么联系。但这记载写得太过笼统，最后也因为没班看不到了。我兄长已入狱多日，本来以为此番调查能有线索，没想到。不用太过担心，你先继续查下去，朝堂上朕会设法周旋，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他有差池，毕竟这也是帮朕自己。陛下，我现在只是一个小侍卫，若是被别人看到，陛下的披袍在我身上，只怕引人怀疑。陛下前些日子才受了肩伤，该是比我更怕这寒风。
陈上奏苏文成问斩的折子都准备好了吗？太师放心，早就备好了。这次一定要斩草除根，拿到苏家兵权。现在的线索只有这个令牌和卷宗上的寥寥数语，但我有种直觉，那些假扮鬼兵借道之人，很有可能就是解开这一切的关键。我记得当时，西家二公子西子墨正是负责北境作战之人，他曾报告说没有等到援军，只能在此死守。也因此事，西子墨着军功，升任了户部员外郎。平阳郡。拒马河营地。拒马河营地。对，我曾在拒马河营地练兵，听那里的老兵闲聊过，好像便是关于平阳郡化作火中鬼兵的。那被霉斑污损的字迹，很有可能就是拒马河营地。可当年拒马河营地发生了什么？看来我得马上去一趟了。乐云，你要小心。如今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。我担心奸佞势大，陛下又势单力薄，这些人会将矛头指向你。我苏家人可血染沙场阵前往，绝不含冤不白狱中死。我一定查明真相，还我们苏家清白。等我。陛下，靖远侯苏文成已经在大理寺关了许久，这该查的也都查了，到现在爵位也未曾褫夺，罪名也不曾划定，恐怕难塞悠悠之口啊。靖远侯之事悬而未决，都传言是因为陛下与苏家小姐青梅竹马，陛下当以江山社稷为重，切不可因个人情感而罔顾国法。太师所言极是，此事关乎朝廷威严，如不妥善处置，日后如何服众？靖远侯之罪，必须严惩，方能平息传言。陛下，微臣死谏。陛下，还请尽快下旨。王卿，靖远侯一案，人证物证都还未查明吧？回陛下，皆已查明，只等陛下御笔钦判，以定靖远侯之罪。既如此，便褫夺靖远侯封号，择日问斩。冯卿，臣在。去办吧。是。臣当3日后昭告天下。只是什么？本月逢先帝忌日，不宜杀伐，3品以上官员行刑之事，都需延后执行。祖制不可违背，就按规矩办吧。臣遵旨。众爱卿可有异议？陛下英明。苏小姐早，见过淑妃娘娘。听闻陛下今日下了朝，便是往苏小姐的乐竹别院去了。我今日有幸在此遇见苏小姐，估计也能遇见陛下吧。陛下每日操劳国事，哪有闲工夫往我的乐竹别院去啊？那陛下要纳苏小姐为妃，真有此事？
听闻若非苏将军出了事，此时你我该是姐妹相称了。不知苏将军现下如何？我苏家做事向来行得正，坐得端。我相信天理昭昭，也相信陛下英明，定会查出幕后主使。那就预祝苏小姐得偿所愿。参见陛下。都回吧。莫非是苏将军之事不甚顺利？陛下，冯大人来报，杨云找到了，但似是受到追杀，目前昏迷不醒。先关起来，暂时别让乐瑜知道，全力抑制。是。杨云失踪，婆婆被杀，还有鬼兵现世，也许拒马河就是关键所在。拒马河营地的下游，便是昌定桥。这未免也太巧合了。不错，有一种故技重施的错觉。陛下，陛下为何会孤身来此？文成之事迫在眉睫。今日您正殿前，秦淑妃在，朕不好单独见你。毕竟她也是秦家之女，以免走漏风声。朕知道你在牢里见过文成，因是找到了线索，便一路跟随，暗中保护。兄长说，当年平阳君在拒马河营地也闹出过鬼兵之事，之后便消失了。当年之事与我兄长的遭遇极其相像。若想知道当年的真相，想必要到拒马河营地，去找那里的老人问问了。朕亲自去问，是最快的办法。陛下愿为此事亲自出面，小女自是感激不尽。只怕此事会为陛下惹来麻烦。如今局势刻不容缓，若再拖下去，对文成还有对朕都更加不利。小心！留活口！烟丛，你竟然在这里！此处比邻皇陵，我经常来此夜猎。幸亏你及时出现，要不然我们就危险了。这些刺客虽来势汹汹，却并未下死手，似是只想阻拦我们，而非杀人。参见陛下。如今昌定桥塌，文成下狱，如此多事之秋，你倒是有闲情逸致，在此夜猎。臣奉旨为先帝首领，这份闲情还要多谢陛下给了臣这样一份好差事。臣不若陛下，皇权在握，天下为棋。纵使先帝都被放在这棋盘之上，又何况是臣？如今启王已被贬到封地，
陛下日理万机，乐于身在皇宫，就连这打猎的闲情也只剩我一人，当真是物是人非。殷从，你是第一次与我和乐于打猎。这山林地势复杂，异多猛兽，凡事要以安全为上。你二人也需记得我大仓狩猎规矩，不杀幼崽，不猎运兽雌兽。这规矩我自是知道，可我却总觉得将雌兽运兽比作弱者护之，是猎场最大的不公。就算是雌兽运兽，应当与雄兽等同，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。春不杀牝李虫生生，塔具于世网开三面。古人云：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不可逆势而为。古人也说过，世间万物众生平等。那众生平等还分男女雌雄？强不攘弱，众不暴寡，不论何时都不该欺凌妇孺，恃强凌弱之事，切不可为。你呀，只会向着纪王殿下。我只是反对以强欺弱。不管你们啦，我先走了。这，等等我。殷从，你这便是要走了？对，你在宫中多保重。你也万事小心。待你休沐，我们还像从前一样，骑马打猎。臣不便打扰陛下，先行告退。从前殷从最争强好胜，不肯低头。如今总感觉他失去了锋芒。人总归会变的。是啊，人都会变。那么陛下，你变了吗？这几日，我一直在心里问自己：玄机阁那晚的陛下，和如今势必要找到真相，甚至舍身救我的陛下，是同一个人吗？还是说，在陛下心里，也有着不可言说的苦楚？初心如磐，笃行致远，朕从未变过。不早了，你我需早些赶到骏马河营地。草民参见陛下。嘉宁11年，你在骏马河做牢头时，
可知有支女子军队因犯军法，在此关押？记得。我大仓唯一一支女子军，名叫平阳军。他们似是受了莫大的冤枉，被关在牢房里。但自从西将军来过之后，就变了。哦，那天还发生了一件怪事。这是，哎呀，这什么鬼东西啊！啊，贵宾啊！来人呐！闹水了！来人呐！哎呀，闹水了！你是说你在大火中看到了鬼兵，然后整支军队便从军营中不见了？是啊，草民亲眼所见。你退下吧。草民告退。当年之事跟兄长的事越发相像了，所以落凤村的村民可能就是当年消失的平阳军。可惜落凤村已被销毁殆尽，杨云恐怕也……的确如此。陛下今日暴露身份，明日朝堂之上，想必是狂风暴雨。朕自能应对。陛下，听说您去拒马河了？怎么，拒马河朕去不得？陛下当然去得，只是靖远侯一案，人证物证皆已齐备，如今先帝忌日也已过去许久。若陛下执意推脱下去，可是顾及私情，想要利用此事给苏家翻案，拉拢苏家兵权吗？西大人此言未免有些太过了。秦家、王家与西家和陛下才是一家人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大家同气连枝。陛下怎会因与苏家的私情而失了公允？陛下，臣口不择言，请陛下恕罪。靖远侯一案，朕已有分辨。靖远侯乃被人构陷，一伙军匪后代假扮鬼兵，企图陷害靖远侯苏文成，为此不惜毁他昌定桥。幕后元凶杨云，朕已将其捉拿归案。正如太师所言，朕与各位荣辱与共，切莫因外人闹了误会。此女正在牢中，随时可以定罪。如此，这乃一举两得。太师，苏家是无辜的，朕与四姓望族同气连枝，这大仓也还是这个大仓。那臣等便先行告退了。这三家之人着实嚣张，竟敢如此威胁陛下。他们势大，此时还不宜番言相向。杨云之事只是缓兵之计，用他先堵住他们的嘴。只是杨云之事，未能及时与苏小姐沟通，恐怕她万难理解啊。不理解才好。去乐住别院。小姐，小姐，杨云被押入大牢了。皇上驾到！参见陛下。起来吧。陛下昨夜说，你自能应对。便是拿杨云一个无辜女人的性命来平息朝堂之怒吗？苏乐雨，你越发没有规矩了。你早已找到杨云，却不同我说，令我一直认为落凤谷全无活口。殷长言，你我看似协作查案，可你从来没有信任过我，是不是？
鬼兵借道记忆查明乃是冒充，只要杨云招供，你兄长便可无罪释放，一切都解决了。你还想干什么？事到如今，此事已不仅仅是苏家之事。我要重启调查平阳郡，还杨云，还为大仓而战的平阳郡一个清白。苏乐瑜，你以为你现在是谁？想查什么就查什么？便是你兄长之事，若非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你以为你能查到今天？拒马河之事与我兄长之事，很有可能是出自于同一个幕后黑手。此顽疾不除，朝局何以安稳？你是以什么身份胆敢插手朝堂之事？先帝曾有诏令，关乎社稷民生之事，不论身份，皆可直言。那你们苏家是先帝的臣子，还是朕的臣子？先帝因忌惮苏家，将我接入宫中教养，而如今陛下竟将苏家视作先帝的势力。此事到此为止，休要再言。徐公公，老奴在。明日便开始准备册封大礼。殷从，你怎么有空过来啊？今日皇陵换房，我回来述职。最近入秋了，皇陵那边天凉，我去给你拿件皮裘。乐玉，你真的会嫁给殷长言吗？殷从，你可发觉他似有隐情？可是乐玉，殷从，你我已经许久未见了，你找我就是来说这些的吗？我来是有一事想跟你说。何事？那晚偶遇你与殷长言，我怕他多疑，不便多说。但是今天想想，还是得告诉我，你那条项链，我知道些来历。你说的可是这个？对。来，不妨说说。我曾听北境的人说，这是外族军中大将军以上的人方能佩戴的，而且对他们来说比生命还重要。除非被杀死，否则绝不会摘下。所以乐宇，此项链很可能是关键证据，能证明是谁斩杀的敌将。这条项链是杨云给我的，难道说那日西子墨和王战找的出去那令牌，还有这项链？殷从，你可带我出宫？应该不难。去哪儿？陛下为平衡世家，将杨云押入大牢，我要去救他。看到你这样，我就放心了。你果然还是内心澄明、公私分明的苏乐宇。陛下也有苦衷，才出此下策。我定要救出真凶。我早跟你说过，他已不是从前的殷长言。如今的殷长言为保皇位不择手段，
你留在这里，迟早会成为帝王心机中的一个弃子。先救出杨允，其他的以后再说吧。陛下，朝阳郡主果然去了乐竹别院找苏小姐。现下他二人已经出宫了。陛下可是猜到了苏小姐定然会出宫继续去查？不查那就不是苏乐玉了。如今恰巧殷从回来述职，与他一起，朕也放心些。陛下故意与之争吵，实是为了让秦囚一党放松警惕。那如今杨云之事该如何定夺？与秦囚的表象之好还需维系，杨云之事朕不便查，后面的事你去安排一下。老奴明白，却只怕会让苏小姐与陛下的误会更深。老奴只盼有一天，陛下能与苏小姐冰释前嫌呐。乐玉，殷总，杨云多谢两位姐姐救命之恩，只是这位姐姐解我出狱，怕是要惹上大麻烦。你且放心，再大的麻烦由我们顶着。坐下说吧。杨云，这条项链，你可知道些什么？岳婆婆说，这项链是她斩杀敌方大将军之后得到的。这项链乃是她军功的证据，能够证明当时平阳君赶到了北境，而并非驰援不利。所以说，村里的老人就是当年的平阳君。没错，听村中的长辈们说，岳婆婆当年是平阳君的都统，是支全部为女性组成的神秘部队，因此鲜为外界所知。就在北京作战之后，全军被莫名定罪，被迫躲入落凤谷，躲避祸事。可是与西子墨有关。我们得知平阳君背负冤屈之后，便想替婆婆他们平反。恰巧我们目睹了西子墨撞塌昌定桥，觉得可以利用此事，我们捏造了渔夫传书，并将死鱼置于昌定桥边，接着利用传言定下鬼兵借道这个计划。我们先是买通了客栈老板，借他之口，将渔夫传书还有鬼兵借道之事散播给各方来客。掌柜的，你可听说过昌定桥鬼兵借道？你们遇见了？我们将昔日平阳君的盔甲改变样式，借着夜晚浓雾升起时，装扮成民夫鬼兵。那晚在山神庙和我交手的是你吧？就是我。我看出你们不是寻常之人，想借助你们的力量，帮婆婆他们洗刷冤屈。可那蓝色的鬼火又是如何而来？那蓝色火焰实际上是用一种特殊的粉末实现的。那火焰看似凶猛，实则温度不高，在铠甲上点燃不会灼伤，且形似鬼兵。那夜在山神庙，我们先是用声音吸引你们的注意，然后再将粉末用弓箭射入篝火之中。火焰遇到粉末也会变成蓝色的。特殊粉末是什么呢？磷粉。磷粉，我记得磷粉是受到朝廷严格管控的，售卖和使用都受到工部监管。你们是如何得到？我也不知，我也是从婆婆那里得到的，可她已经……殷从，你我明日得去查一查了。好。此人心思缜密，记性了得。无妨。见过朝阳郡主。兵部需要些材料，磷粉的调取档案册在哪儿？磷粉归兵部、工部共用，属金石科，在丁4卫113架。
郡主，这边请。不用，我自己去找。此事我要密查，切莫走漏风声。下官明白。此人果然了得，他肯定认出我来了。认出你却不道破，看来此人是有飞碟。找到了，林凡。西子墨，平阳君被关押在拒马河那段时间，只有西子墨一人调去过林凡，所以当年的鬼冰鬼火，也有可能是西子墨制造的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你看这里，西子墨参与昌定桥的修缮，还升任了户部侍郎。这官道石桥需要用巨石建造，可这昌定桥的石料却是用这种碎石料堆砌而成。所以西子墨是在修缮昌定桥期间吞没了修缮款，将原本用来做桥墩的巨石调包成了细碎的石料。这就是为什么原本坚固的昌定桥竟能被撞塌了。昌定桥坍塌导致军机贻误，多少将士因此丧命。他们居然借机大发国难财。有了这些，加上杨云的证词，就可以定西子墨构陷忠良、贻误军机之罪。西家原本掌握皇商命脉，本应清廉自守，为朝廷出谋划策，没想到竟如此贪赃枉法，简直罪大恶极。这些大仓的蛀虫，此事我必定追查到底，不能继续让他们为非作歹，危害大仓。但是西子墨的证据被查到了，你看我们。齐府上下，尽数所拿。西家一干人等，全部带往大理寺候审。西家财务账册全部封存。是。走。大人，他上吊了。快把他放下来。是。西子墨怎么会？认罪书。启禀陛下，昌定桥一案已审结完毕，系西子墨构陷忠良，贪墨修缮款项。西子墨已自缢，并留有认罪书一封。我西子墨贪为目录，染指于鼎，愧对皇恩，愧对祖上福音。嘉宁11年，因一己私欲而贪墨昌定桥款，为了掩盖贪污，我编织罪名，构陷平阳君。岳都头，这桥修的实在让人生气。是啊，这石料全部不对，这样偷工减料，大雨一来，这桥恐怕会坍塌呀。我们去上报。兵部调令已到，外敌陈兵边境，明日我部将奉命前往北境，军令如山，不得违背。好，一切等战事结束之后再做打算。西大人，我等何罪？我平阳军星夜兼程驰援边境，击退敌军，并且就再帮你这最后一次吧。此物来自西域，外面还有一些，可助你们脱身。一会儿你制造一场火灾，我与你里应外合，助你们离开。出去后好生躲藏，切莫再回来了。岳都头，你们自求多福吧。闹鬼了！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！闹鬼了！鬼兵啊！来人了！启禀陛下，
平阳君越狱出逃，已烧毁营帐，不知所踪。陛下，除了伪造朝廷旨意，构陷平阳君，西子墨还胆大妄为，为了排除异己，设计陷害靖远侯。他趁山中连绵暴雨，河水上涨，蓄意撞塌昌定桥。快点扔下去！陛下，西子墨为了销毁人证，不惜制造了落凤村大火，致使全村上下除杨云以外无人生还，罪不可赦。平阳君后裔杨云等人，为了给平阳君平原昭雪，还在昌定桥附近制造鬼兵借道。现已查清，平阳君越狱出逃一事为西子墨蓄意陷害。平阳君在抗敌期间，西子墨蒙蔽朝廷，并且剽窃军功。朝廷因此错下了旨意，将士蒙冤，此事皆已查验核实，请陛下定夺。西子墨既已自裁，就此结果。此案既已查明，传朕旨意，还平阳君原封号，追封为昭武平阳君，全军将士追为忠烈，享军功，配武庙，于落凤谷建碑立庙。陛下英明。原价格库主事官岳梦麟廉洁奉公，德才兼备，升任户部尚书。苏文成无罪释放，即刻官复原职。臣遵旨。我早跟你说过，他已不是从前的殷长野。如今的殷长野为了皇位不择手段，还是说，在陛下心里，也有着不可言说的苦衷？初心如海，笃行致远，朕从未变过。皇帝陛下敕曰：昊天有德，成人之和。今靖远侯府长女苏氏乐于，品德贤良，温婉淑仪，可为佳偶，封为贤妃。3日后行册封之礼。苏乐于也真够厉害，这么久的陈年旧案都能翻出来。可怜西子墨也只能被牺牲了，那我们也损失了一大世家呀。对了，太师，陛下新换上来的那个岳梦麟，那是寒门出身，谁的账都不买，咱们往后不好办了。他能把人扶上去，我们就能把人拉下来。太师所言极是，只是我现在已经有些看不懂陛下。都说他是以平衡治天下，绝不会违背祖训，可把杨云下狱是假，和苏乐于不和那也是假。哼，才继位没多久，就搞倒了西家。他要平衡，不过是料定我们会忌惮苏家手中的兵权。他以为此番保住了苏家，苏文成就能和他一心了吗？只要没了苏乐于，他与苏家的关系便如风中残烛，随时都会破灭。所以苏乐于才是那枚关键的棋子。科举马上就要放榜了。太师放心，下官早已安排妥当。娘娘，您明日才回府省亲，为何今天要出宫？随便看看。来看一看啊，又香又好喝，男女皆宜啊！来尝尝咱家桂花酿，来看看咱家桂花酿。哎，姑娘，来尝尝。来，新开的，
你尝尝，好喝吗？来一壶。文成，你我青梅竹马，但世事无常，你我再无可能。我今日特意在此等你出狱，娘娘，只为看到你平安就好。娘娘，该走了。今生无缘，愿你我各自珍重。平阳君得以昭雪，婆婆他们泉下有知，定会十分开心的。多谢恩人，若非您想出再以鬼兵借道之法引出巨蟒河往事，只怕平阳君此生的冤屈再无洗雪之日。无妨，好在你机灵，猜出了放箭之人会是我。恩人说过，要想沉冤昭雪，需要留下关键线索。那日我与苏姑娘交手，便故意露出枪上落凤字样，但不敢伤她分毫。做得好。听说乐宇很是欣赏你，还让你去他身边当值。是，我会去他宫中，好生盯着那个宋娘子。以后定要好好保护乐宇。我会的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苏家乐于今日起即册封为贤妃，赐驻贤明殿，望克贤于礼，温良谦恭，六尘不染。乐于，倘若有一天常言有难，大仓危悬，你可否愿意为朕扛起千钧重担，守护江山子民？昨夜母亲提醒我，开盛世之皇必有贤能之后。在我看来，我辈中只有你配得上贤能二字。乐于，终有一天，我们将亲手执旗，共创着大苍天下。殷常言，我苏乐于誓死不嫁窃国之人，但你的种种所为又让我觉察出，你似有不可言说的隐情。谢陛下恩典，我本想以死明志，但今天嫁你，是为了查明玄机阁真相。如若你真的逼宫失地，我定要与你同归于尽；如若不是，我将与你共创大苍天下。不得不说，你这一手驱狼吞虎之计妙啊！贵兵借道，借力打力。苏乐于若是查明真相，就帮助陛下打掉了西家；若是没查明，也能削弱了苏家的力量，横竖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。这一招妙！太师也不遑多让啊，以西家为刀，胜了剪除陛下羽翼，败了逼西子墨自尽，写下认罪书，其实止损已于幕后，不伤分毫。朝阳郡主，咱们彼此彼此。这大仓早就没有什么朝阳郡主了，不过是棋局中的黑白子而已。还是郡主叫的踏实，毕竟你姓殷。
安郡主，今日乃贤妃洞房之夜，不宜见客。阿婉，让他进来吧。是。这是送你的贺礼。臣特来祝贤妃娘娘大婚，愿娘娘与陛下鸳鸯比翼，永结同心。你在怪我，对吗？我另有打算，才做此选择。你说另有打算，但其实你已经选了殷长眼。你可听说了？殷长眼擢升了岳梦玲为户部尚书，顶替了西子墨。他把岳梦玲当成榜样做给天下人看，这般城府心机、帝王手段，你竟然不觉？你还帮他铲除了异己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杨云虽被关押，却被我们轻易救出，未曾受到任何追捕。大理寺狱可是说救人就能救的，想来是他在给我们争取时间，尽快破案。那又如何？他不过借你之手迅速破案立威。不管如何，他都救下了我哥。是，苏将军被平反，你们要嫁他为妃，你们苏家的兵权便是他最为在意的。殷从慎言，这天下是陛下的天下，这兵权，他想收回便可以收回。你到现在还在维护他。当初我要你与我走，你说你为社稷留下来，我看这些不过都是借口，你就是放不下他。我没有。你明明亲眼目睹他如何逼宫弑弟，可你还是能嫁给他殷长眼为妃。你可对得起先帝？你可曾对得起你口中的大苍圣师？殷从，别人怎么误解我都可以，你不能。玄机阁那夜，我从未忘却，我更不敢忘却先帝的教诲。那你为什么还要嫁给他？我曾当着先帝的面许诺，定会守护好这大苍的天下，就不会食言。不管我是什么身份，我都会为这大苍尽一份力，不论生死。陛下驾到。参见陛下。你与殷从吵架了，因为你入宫做了朕的妃子。殷从只是来恭喜臣妾，还送了贺礼来。你这个逆子！陛下恕罪，陛下也当了解殷从的性子，他只是喝多了酒，一时糊涂，头脑不清醒，冲动而为。朕知他心中有计，可以不予计较。若他这性子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冲动妄为，惹下祸端，朕也绝不会姑息。臣妾定会时常提点于他。起来吧。这几日
你为文成之事奔波，劳心费神。今日恰逢中秋佳节，此时文成也应昭雪回家。你也回家看看吧。陛下，怎么了？臣妾只是觉得，兄长之事才过，朝中上下有无数双眼睛盯着臣妾和陛下。若此时出宫回家，只怕惹人闲话，牵连陛下受人非议。无妨。秦淑妃一向朕请了恩旨，回家省亲，你也并非特例。臣妾谢陛下恩典。他日乐于若嫁我为妻，我定为你亲手做官加冕，便用这山茶花如何？这贤妃娘娘也不过如此，洞房花烛就这么给抛下了。来看一看喽！小妹，哥哥，哥哥，你受苦了。这是劳你在外，为我奔波。回来就好，快来，来，赶紧吃饭。有月饼、鸡汤、豆腐和鱼，快趁热吃。好。乐鱼，苏大哥，我可是来晚了。殷从，快坐下一起吃吧。乐宇，那日是我喝多了酒才口不择言，我绝没有责怪你的意思。殷从，你我哪会有嫌隙啊？只是那日贺林那般挑衅之举，万不可再有了。可是为你惹了麻烦。小妹，我说你们嘀嘀咕咕的。在说些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快坐下一起吃。好，来坐。来喝我的酒。好。苏大哥，这杯敬你沉冤得雪，日后前程无量。乐鱼，这杯也敬你，当赔罪。干杯。来。还是以前的味儿。乐鱼，你进宫这件事，我除了不解，还有颇多的担心。如今苏家处境微妙，陛下当你们是先帝旧臣，而世家当你们是皇亲国戚，陛下羽翼。如今苏家可谓是进退两难呢。乐宇，
如今苏家的处境，你会站在哪一边？苏家就是苏家，站大仓，站百姓，绝不投靠任何一边。不愧是苏乐宇。不说这些了，今日中秋，我们只说月圆，团圆。来，来，干杯！来，干杯！月圆，团圆。还记得陛下每逢中秋，都借口爱吃咱家的月饼，要与我们一起过。可如今，哟，陛下，慢点，陛下。陛下今夜还没吃月饼。不是回家团圆了吗？怎么回来了？兄长说，陛下最爱吃糕饼甜食，特意嘱咐臣妾
带些回来，给陛下尝尝。文川纵然越是甜的朕越喜欢，每次都给朕拿蜜饯馅儿的。但是只有你知道，朕喜欢薯泥馅儿的。乐玉，你可知玄机阁内也好，朕心中的苦楚，就像一块石头压得朕喘不过气来。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在陛下心里，也有着不可言说的苦楚。所以呢，你可知道朕的苦楚？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子时到，天干物燥。你什么人？你是什么人？你是人是鬼？你觉得我是人还是鬼？鬼啊！鬼啊！皇榜启封，为国选才。正元元年，登科进士，殿试头名，状元刘文崇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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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殿试次等，榜眼王悦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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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殿试三等，探花陆月英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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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放马！放马！女子考上真是不容易，陆姑娘，佩服佩服，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！陆娘子，寻常女子就算高中，也做不了官员，何苦受这读书之苦？还不如早早嫁人，相夫教子。状元又如何？如此胸怀，也不过是一个徒有其表的狭隘之辈。诸位兄台，今日望月楼，我请大家痛饮啊！好。圣元元年殿前御史，
共有贡士35人，进士及第共3人，状元刘文崇、榜眼王悦、探花陆月英。放榜已毕，琼林御宴之后，3人将入翰林院待诏。诸位辛苦，世人济济满堂，乃我朝幸事。陛下，不知这探花的考卷，陛下可有细读？他们乃天子门生，每人的考卷，朕都亲自审。陛下，这探花陆月英，出身哪里？何人举荐？一个出身卑微之人，在考卷之中谬论成篇，更是妄加谈论我朝政事，这有违太祖遗训，实在是妇人之见。臣着实想不出他这探花之名到底是从何得来的。王大人，你说陆月英的答卷违背太祖遗训，下官想问问，何为太祖遗训呢？平大人，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当今圣上和4县望族共治天下，乃是太祖遗训。哼，可他陆月英的考卷之中批判的不就是这些吗？哼，王大人和太师在针对靖远侯一事，可没有什么4姓望族的共治之情，一心只想抹黑靖远侯吧？岳大人，这朝堂之上的你东拉西扯，成何体统？本官只是在就事论事，探讨这考卷之中的策论。好，列位爱卿如此直抒己见，不拘泥于祖制礼法，正是太祖遗训所期。我朝朝堂如现在这般广开言路。陛下英明，陛下英明，陛下英明。峨眉不爱提金榜，孝治统管换玉鞍。好啊！昔日归为藏起梦，今朝即愿试锋芒。好诗啊！罗裙敲眼卷千章，起阁登婚映墨香。好，这是何等的豪情！写得真好。望月楼题诗，何时轮得到妇道人家？又非纲常。进士及第登高题诗，从来就不分什么男女，怎么轮到你出言不逊？堂堂头名状元，竟如此小肚鸡肠，这般心胸，着实令人鄙夷。刘兄，何故与女子一般见识啊？消消气，消消气啊！就是啊。什么状元魁首、天子门生，都不如我这坛中之物。登科举子赴琼林宴。登科举子赴琼林宴。参见陛下。圣上有旨，登科举子赏赐御酒。赏赐御酒。诸位读书人，乃我朝栋梁之才，望诸位日后有功社稷，勤政为民。谢陛下。今天你们才是主角，不必拘谨。这御园内的春光美酒，尽情享用。谢陛下。可我没有入宫为妃，想必也会参加科考。如此意气风发。
恭喜陛下。什么琼林宴，我看不过都是庸人之宴，何以解忧？唯有杜康。探花娘子，独自饮酒，岂不寂寞？在下王林，见过姑娘。王家的人，何事？明日午后，在曲满江苑，列位重榜的学子与世家一起打马球，不知姑娘可有兴致与我王家组成一队？王大人，在下实在是对马球一窍不通，下次一定。姑娘，在下乃是王湛大人本家，又是翰林院学士。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，纵是交个朋友也好，不是吗？在下也是进士及第，高中探花。往后在朝中，你我都是同僚。王大人，慎言。小小女子竟敢如此无礼！如若不是祭酒明谦大人极力举荐，你连参加科举的机会都没有，还想与我做同僚？做梦！那不正好？你我也不必多言了。妈，娘子如此才貌，不嫁个好人家，可惜了。谁？贤妃娘娘，贤妃娘娘，王大人，都是读书人，莫要辱没了斯文。下官吃醉了酒，得罪了。探花娘子还好吧？在下陆月英，不叫什么探花娘子。苏家的人，也不是什么良善之辈。这个人真是过分。我倒是觉得他很有趣。下次再去望月楼啊，我定要在这腹壁上题诗。好啊，怎么样？今天的酒菜还……你是何人啊？在此装神弄鬼的？你们有没有听说过狐妖掌灯的传说啊？狐妖！真是狐妖！我们要进去了。这边好像是国子监呀，学子们读书的地方。哎，快去看看！走！小心！快！在这里。是。陛下！陛下！国子监出事了，新科探花陆元英在房间内上吊，已死了。还有一事更为棘手，苏贤妃被发现在案发现场，有重大嫌疑。冯大人，死者死于头部被钝器所伤，依属下初步判定，便是被这块砚台击打所致。死者死后被人挂于房梁之上，至于何人所为，还需进一步查验。苏贤妃，您为何会出现在探花的房中？冯大人，不瞒您说，在琼林宴上，我的宫女阿婉收到了一张字条，上面乃是探花娘子
约我于亥时房间相见，有事相谈。我乔装成学子，于亥时来到国子监，发现房间内有影子晃动，我便立刻进入房间。发现探花娘子已然上吊。救命啊！来人啊！救人啊！我发现屋内有动物毛发和抓痕，还有一方带血的砚台。我也不解，琼林宴上他还无事，怎么回来就出事了呢？大人，这纸条您看看。这是荆轲拟定的3道试题，按说这3道题应该在开考前一天呈送陛下择选其一。这3道试题为何会出现在陆月英房中？此事需立即呈报陛下。苏贤妃，属臣职责在身，如今您手持利器出现在命案现场，有重大嫌疑，需与臣同回大理寺调查。冯大人公事公办便是。请。参见陛下。免了。私自出宫又惹上命案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臣妾思虑不周，但臣妾担心，若真有可考舞弊的话，那必是会影响到朝局的大事。现在是你有杀害探花的重大嫌疑，不担心自己吗？清者自清，臣妾不担心。若是遭人有心构陷，清浊有口难辩，便是能拔出泥潭，也要带出一身污泥来。臣妾相信天理昭彰，也相信陛下。老妪，朕信你，定会护你周全。这陆月英上吊一案，人证物证俱全，冯大人却坚持还要再审，可是故意要包庇谁？王大人，苏贤妃身为后宫嫔妃，又为何要加害陆月英？即便是要加害，苏贤妃武功高强，若要杀人灭口，有的是办法，何须那一方砚台？陛下，臣以为此案尚有诸多疑点，暂不能结案。冯大人，你如此偏袒苏家，莫不是要结党营私不成？一派胡言！陛下，此案牵涉家妹，臣本该避嫌，但王大人言之凿凿，臣实难苟同。苏家一门一向忠君爱国，恪守本分，绝不会行那违法之事。臣深信，清者自清，陛下圣明，定会查明真相，还苏家一个清白。陛下，无论冯大人是否与苏家关系密切，此时冯大人心中恐已有偏颇，臣恐怕他审案时也会失去公允。臣行了，大理寺也好，刑部也好，在朕看来，日后审案，朕都无法相信你们任何一方。太师，因从看守皇陵已有1年，近日要回朝述职。他为人正直，既是宗亲又是世家，还曾助力破获西子墨一案。朕想调他回朝，执掌昭刑司，
调查此案。陛下英明。陛下英明。太师，看陛下这态度，怕是要力保苏乐鱼呀。这缸中之鱼，有时得喂些不一样的鱼食。所以说，此事恐怕没那么简单，还是冲着我们苏家来的。你要多加小心呢。哥，你放心吧，大理寺办案向来公正，不会苛待犯人的。那我走了。参见陛下。都交接上任了。是。臣特来感谢陛下恩典，原以为要在皇陵待一辈子，没想到还能再回朝为官。朕知你和乐鱼情谊深厚，你曾苦劝乐鱼，说明你为人刚正。何况，朕与贤妃大婚时，你还送了朕一份大礼。陛下深意，臣不懂，但君授臣官职，臣定当竭尽全力。此案关乎乐鱼安危，朕相信你会尽力。陛下，苏贤妃她越狱了。尹振清，从现场来看，是贤妃趁狱卒送饭之际，以碗的碎片杀死狱卒逃脱的。陛下，苏贤妃越狱潜逃，必是做贼心虚。该下令各州府通缉，待归案后数罪并罚，必须严惩。且大理寺守卫不严，也应重罚。陛下，臣有罪。冯大人，你一句有罪，就想蒙混过去？谁知你是不是和贤妃串通一气？不然，大理寺是那么好逃出去的吗？你休要血口喷人！哼，我血口喷人？好了，此案既已交给昭刑司，殷正卿怎么看？回陛下，此案疑点重重，不可妄下定论。当务之急是先找到苏贤妃要紧。陛下，既是如此，那更应该下令通缉，尽快将疑犯缉拿归案才是。如今此事民间已有颇多传言，若不尽快办理，恐说陛下有意偏私，难塞悠悠之口啊。准。
乐于现在如何了？苏贤妃向来足智多谋，武功高强，定能逢凶化吉。昌定桥一案，他们没能拿走苏家的兵权，如今借由这件事情又卷土重来，大做文章，看似是在针对苏家，实际上是想减掉朕的羽翼。苏贤妃深陷危机，所以陛下才将殷正卿调回查案嘛。倭寇！殷从，你竟然在这儿！此处比邻皇陵，我经常来此夜猎。文成，我听说皇陵附近是一个夜猎的好去处。此处因植被稀少，且常有驻军巡守，并不多见野兽，想必没有办法夜猎。不如去城郊密林。没别的东西。不，来一个。多谢官爷。来看看。好，来一个。那边那个，面巾摘下来。说你呢？把面巾下掉。快快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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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让一让！啊！站住！快站住！这边！走，这边。别的地方找，一定不能让他跑了。你想办法将这个东西交给苏贤妃的婢女宋娘子，一定小心，并嘱咐她，让她听号令，在关键的时刻跳出来。这件事只能交给你，务必要办成，啊！凡是提供线索者，赏银100两。哎呀，我这个苏家女儿，苏家贤妃嘛，对。
事吧？鬼门关走了一遭，有人要杀你。幸好你记得小时候的暗号。你怎么会带着招行司的官差啊？陛下调我回来调查昙花一案。真的？太好了，有你在，此案定能真相大白。你定不是自己越狱的吧？自然不是。我发现那狱卒有问题，在我饭菜里下了东西。我借机突出，可我没想到，突然将我击晕，绑到了乱葬岗。我险些被活埋。现在狱卒死了，你又消失不见，表面上来看就是你越狱杀人。是啊，我消失不见，他们便可以随意污蔑坐实我的罪名。这样一来，大理寺也陷入了被动。朝中对谁来审案争执不下，陛下这才调我回来的。我本就出身秦家，由我来查案。可尸体却被挂在房梁上，装作自尽。能将尸体抱起，又挂在那么高的房梁上，需要身高和力量，初步断定可为男性。追溯到作案动机，与陆月英有过节的男性不多，刘文崇、王林都有过。我们可以从他们入手。我去国子监调查时，一个学子跟我说，陆月英遇害当晚，看到刘文崇从陆月英的房间方向鬼鬼祟祟地走出来。我们先去找刘文崇。你们是？招行司查案，关于陆月英有几件事情跟你确认一下。我已经都跟大理寺交代过了，实在没什么可说的。琼林宴当天晚上，你是不是找过陆月英？你最好实话实说，否则让你尝尝招行司的手段。不是在下不愿意说，只是那晚的经历太过离奇，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相信。那天晚上，我实在气不过，就去国子监找陆月英。不必多言了，你可以去打听打听。我陆月英从来都是靠真凭实学。松开！
你的意思是，你先看到陆月英与人争吵，然后在他的房间里看到了狐妖？那狐妖似是流血受伤，见我发现了他，便又逃回了屋中，之后便不知所踪了。和什么人争吵？看清了吗？太暗了，没看清。但是我听到陆月英称呼那人为学士。那天晚上，国子监的所有官员都在琼林宴，只有祭酒明谦大人早回来了。让我们出去！让我们出去！让我们出去！对，让我们出去！我们要出去告状！让我们出去！出去！学子们，学子们，大家稍安勿躁，此事还没有定论，大家先回去读书才是最重要的。这让我们还怎么读书啊？明大人，朝廷因为陆月英的事情要重考，那我们寒窗苦读，终于得到功名，这些努力岂不是都白费了？对呀，都白费了。要是考不上，那怎么办？我们要去告状。不要冲动，大家不要冲动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在这里只是抱怨，如果冲出国子监，那就是闹事了。无论是何缘由，都将所拿问罪。学子们，此事一旦有了结果，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。都先回去吧。走吧。多谢殷正卿。明大人，我们借一步说话。请。今日之事，再次谢过殷正卿了。明大人不必客气。这位明大人该是已经认出我了吧？贤妃娘娘，贤妃娘娘之前助陛下查清了昌定桥案，抓到了西子墨贪墨的证据，实乃女中豪杰，下官钦佩啊。这一次，还想请明大人帮忙，再破探花娘子一案。不知下官有什么可以帮到二位的？明大人，陆月英死前，也就是琼林宴当晚，您可曾在国子监学房见过陆月英？未曾见过。那晚琼林宴归来，下官就一直在这办公，未曾去过学房。明大人，我们方便四处查看一下吗？请便。明大人，这些诗稿都是老夫所写，下官方便带走一份吗？当然可以。陛下，可是为科考之事烦心？他们就是要借用这件事情逼朕二次科考，动摇朕在学子心中的威信，令更多学子能够投靠世家的门下。乐于可有消息了？回陛下，贤妃娘娘现在正和殷正卿在一起，可要召见？不用，让暗卫时刻留意着。乐于现在还不宜露面，有消息随时汇报。是。这次科考上榜的学子们所写的试卷全在这里。这是陆月英的考卷，她的考卷题目里有一句和明谦的诗一模一样，一字不差。所以，你是在怀疑明谦大人参与舞弊？陆月英的题目和这首明谦的诗竟能完全一样。早清郎苑翠玉屏，清风明月入窗棂。所以很有可能，明谦作为国子监祭酒，将题目提前透露给了陆月英，因为不知陛下会选哪一题，干脆将3个题目的题眼诗句全部告诉陆月英。荆轲拟定的3道科举试题，也许还另有隐情呢。乐于，我知道你情感上很难接受，但证据就在这里。
可此案疑点尚多，就比如，明谦大人作为国子监官员，又为何要在自己的诗里写科举的题目呢？这份诗稿是否是人伪造的呢？可明谦大人刚也说过，那些诗稿就是他所作。此案还需细细调查，殷从，切莫打草惊蛇。也好。陛下，探花陆月英舞弊一案已有10日，若不重开科考，陛下则需在7日之后，连同中举的学子们一同到国子监祭拜。这其中若有参与舞弊之人，岂不是愧对文圣人，更令我大仓蒙羞。此事关乎国体，昭刑司正在调查。陛下，臣却听说殷正卿已查出协助陆月英舞弊之人了。殷正卿，可有此事？回陛下，此案臣正在调查，有诸多疑点尚需核实。臣殷正卿，昭刑司负责大案要案，是该谨慎些。可如今事态紧急，关乎国体，有进展就是有，没有便是没有，这尚需核实，是何意啊？回陛下，臣怎么？难道皇亲世家还要包庇舞弊的罪犯不成？皇大人，下官有什么可包庇的？只是此案疑点重重。疑点重重，殷正卿莫不是要拖延时间，好为那嫌犯找出开脱的理由吧？皇大人慎言。目前线索表明，明谦大人与舞弊案有关。不可能啊！不是明大人，是人啊！对。陆月英的题目与明谦大人的诗一模一样。荒唐！老夫的诗词怎会出现在陆月英的考卷上？明大人，此案确实有疑点，下官正在调查。但是在您房间找到的诗，的确跟陆月英考卷上的一模一样。拿给我看！定是有人陷害。明大人，这首诗是殷正卿在你处取得，而刚刚明大人的反应也恰恰证明了这就是你的字迹，可有错吗？这不是老夫所写，是有人模仿老夫的字迹诬陷于我。陛下，明谦与陆月英本是师徒关系，她陆月英一名女子，乃是因为明谦力荐，才有了参加科考的机会。臣以为是他明谦有意将自己的学生放到了探花的位置。你王湛，你血口喷人！字迹分明就是你的，难道还想抵赖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明大人，你也是读书人，如今证据确凿，怎么能说是欲加之罪？当着圣上之面，你还想狡辩？陛下，臣恳请将明谦与陆月英舞弊一案重诉定罪，以给天下读书人一个交代。明大人，明谦这是做贼心虚了，他自己既知道想提拔个自己的学生，再正常不过了，这也太卑劣了。是啊，太卑劣了。真没想到，是啊。想我明谦清廉自守，到头来情谊竟毁在小人的手里。谁是小人？如今铁证如山，你难道还想抵赖？暗箱操作、弄虚作假，你才是小人所为。陛下，明谦愧对国家社稷。陛下明鉴，若他日洗刷冤屈，定将那宵小无处藏身。
明大人，你醒醒！明大人，来人，快传太医！快！明大人，明大人，明大人，快传太医！明大人以身殉节，明大人，王某佩服。王战！林从，快进来！林从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乐玉，我好像做错了一件事。今日早朝，明前大人为朕清白，庄主身亡了。这朝堂之上也闹得沸沸扬扬，陛下也没压住。他竟用如此惨烈的方式自证清白，都是我。是我害了他，他是被我连累的。我没想到他们会利用明谦大人的事大做文章，他们竟用如此恶毒的方式利用你，逼死明大人，简直是卑劣之极，令人反噬。宁从，你切记，以后行事定要更加小心谨慎才行，不能再被他们利用了。还有，你我以后怕是不能一起行动了。要是你也被我牵连，此案怕是再也没有告破的可能。放心，我的冤案、陆娘子的死，还有明大人的冤屈，我都要一并讨回来。还在为明谦之死内疚，用不着自责。陛下执意重用寒门对抗世家，才有明谦之死。这本与你无关。太师是来询问办案进度的吗？老夫来是想提醒你，别被人当了棋子。你当初送我进宫，不就是这个目的吗？成为皇上的近臣，然后为秦家争取利益。秦家的棋子还是陛下的棋子，有区别吗？你说的对。对于棋子来说，若是想赢棋，选对执棋之人才是最重要的。殷家的大仓盛世和秦家的大仓盛世有区别吗？乐玉，乐玉，你怎么样？无碍，一点旧伤。陛下，你为何会来此处？朕猜到你一定会来此祭拜明谦，殷从又不在，我担心他们会加害你。
若非我此番行动被人察觉，让他们先行一步，明大人他也不会一死明志。明大人一生磊落，竟遭此横祸，其中定有隐情。朝堂之上，英聪也被他们给利用了。如今局面危急，查清真相才能扭转局面。朕知道你现在的情况，定也需要有人协助。陛下，我想再去趟国子监，那里可能还有线索。好，先去给你治伤。是失败了吗？是啊，太师，那苏乐瑜被一个年轻人给救走了。可是听他们描述，我怎么感觉那个人像是陛下？越狱之后意外死亡，这个故事很精彩。可是现在这个故事已经讲不下去了。难道真让那苏乐瑜在外边就这么查下去啊？此番明谦之死，陛下已甚是不悦。我收到暗报，陛下出宫前调遣过暗卫，恐怕对我们已有防备。若此时杀死苏乐瑜，不仅毫无用处，还会让陛下在这件事情上借题发挥。你现在当务之急是处理好自己的事情，仿写明谦诗稿的人需尽快处理掉，做得干净些。西家的教训可就在眼前。刘文崇说那狐妖无故消失，很是蹊跷。我怀疑这里可能另有机关通往别处。要一国之君与我深夜溜进这国子监，还真是委屈陛下了。少时你我逃学没少干这种事情，这些年来岂能还没生疏啊？这国子监内外，你我都算熟悉，但要找到那处机关，恐怕还需要些时候。我想那凶手，应该对这里也是极为熟悉的。这边。你看，怎么了？有风。走。想必那凶手就是从这儿逃走的。处有些诡异，乐宇，小心些。
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没想到那暗道如此长，居然到了城外竹林。也许真相就隐藏在这里。你相信这世上有妖吗？妖，我没见过，但假扮妖邪之人，我倒见过不少。怎么，陛下怕了？哈，朕怎么会怕这些卑劣伎俩？定是有人在背后装神弄鬼。那呈现的亮光，许就是方才那些提灯而行的所谓狐妖。走吧，去看看。等等，这是山路繁复，以防万一。刚才那些亮光，分明就是这个方向，怎么不见了？奇怪了，如果是重复的路，也没有看到路标啊。这一路走来，像是有人在跟着咱们。要是那样，路标许就被毁了。何人？出来！你是？小人孟知显。深更半夜，你为何在此？小人乃是陆娘子同窗，得知她的死与狐妖有关后，就一直牵挂此事。听闻这里夜间有狐妖出没，便想来此查探一番，却不曾想，在这竹林里迷失了方向。那你今晚到此，可查出什么？小人刚来到这里没多久，便迷了路，什么也没发现，还摔了一跤，磕破了手。此处灵密物大，你又受了伤，赶紧回吧。也好，也好。百无一用是书生，小人告退。陛下觉不觉得这个孟知显有些奇怪？确实有些怪异，夜深林密，竟能跟我们碰见，未免也太狡猾了。怎么了？我们迷路了，路标肯定被毁了。夜色浓重，竹林茂密，根本看不清前路。我们这样走下去不是办法。你还记得少时先帝教过的观心之法？
你不妨继续盯着他们，看看他们重用寒门到底是为公还是为私。神武将，明明看见他们进来的，这里面定有蹊跷。果然有诈。学以蓄德，才以济世。此字落款陆月英。这里除了一些古籍之外，便是陆月英所写的一些文章，还有诗词。他可能以前在这里住过。你看这个。陆月英的父亲竟是当年官拜宰相的陆九章，陆相。陆相当年因反诗获罪，着实可惜。先帝当年广开言路，为何会如此？想必此案另有隐情。这诗集有夹层，但里面是空的。乐宇，你看这个。嘉宁15年，进士上榜15人；嘉宁20年，进士上榜17人；嘉宁10年，进士上榜25人。这些文稿写的都是些科考中举的人名。嘉宁21年，陆九章被罢官，这些名单都是他担任宰相时通过科举的进士名单。他还作有批注，待观察和有嫌疑。他定是怀疑他父亲的罢黜和科考有关。我们先把这些带回去。臣本不依，躬耕于南阳，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。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虚，三顾臣于草庐之中，自臣以当世时，由是感激，遂请先帝以居职，后值亲父，受任于败军之际，奉命于危难之间。尔来20又1年矣，先帝知臣谨慎。装神弄鬼之辈，可敢以真面目示人？灵狐本是祥瑞，代表智慧机敏，只是被世人曲解为妖，何来装神弄鬼一说？两位金贵清俊，气度不凡，绝非是路过这偏僻书院这么简单吧？这位先生，实不相瞒，我们2人是因调查探花陆月英之死，偶然从他国子监房间中的密道找到这儿的。下课吧。官差，我们不是，但我们都与陆月英因科考而结缘，便不能坐视不管。先生，冒昧问您一句，您可是陆相？你们如何得知？陆相，探花搜集了早年科举的名单，
时间都在您被罢官前后。陆月英就是陆相您的女儿，而她如今死得不明不白。您当真不想查明真相，还您女儿一个清白吗？当初他若是听我的话，不去参加科考，也就不至于丧命。先生何出此言？探花之死事关重大，难道你不想查清自己女儿的死因，洗刷月英身上的污名？这本诗集，先生可见过？先生，这本诗集很可能关乎着您当年反诗一案，也关乎着您女儿的死因。您当真能眼睁睁地看着您女儿她含冤不白？没见过就是没见过，二位请回吧。君子笔怀要正，待时而动。先生，此时不动，更待何时？爹，位卑未敢忘忧国，您这句话说的真好，女儿定要效仿爹爹，以迎新之光点万家灯火。我们说起陆月英收集了当年的科举名单时，陆相他丝毫没有感到惊讶，他应该早就知道这些事情，而且那书卷夹层里的东西，也可能是被他拿走的。陆相隐居于此教书，为何要让学子们假扮成狐妖在夜晚前来？除非他知道有人会针对他。想必当年之事有重大隐情。陆相不愿陆月英参加科考，便是因为他了解女儿的性子，担心她高中之后便要为自己翻案。那陆月英的科考，说不定是背着陆相参加的。他留字条跟我说，事关科考舞弊。我想，说的也许是当年之事。这件事还得在陆相身上找答案。年少读书时，知道书卷浩繁，无分贵贱，凡是有志于学者，皆得而读之，却从未想过，有人会为了读书而费尽周章，为了科考而历尽艰难。的确如此。昔日陆相不惧世家，却因言获罪，后半辈子宁愿在这深山里默默教书，也不愿再为朝廷出力。想是心念已灭，再无所求。若他当真是心念已灭，便不会有这书院了。其实他内心深处还是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够月明云开。但愿如此吧。我在山脚下找个地方住，这几日我多来些，或许还能有转圜的余地。
有人跟踪。殷从，殷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陈凤只调查探花一案，寻访到这儿。若早知道陛下与贤妃会来，臣自不会来。朕做事还无需向你交代。自然，陛下做事向来不计后果，无需和任何人交代。殷从，我与陛下并非不信任你，只是事发紧急。陛下信不信我都是天恩，同样不必交代。我殷从对大仓、对先帝忠心可见，所以，唯独不忠于朕。殷从，不要说了。陛下，莫要误了早朝。乐玉，你也怀疑我是吗？殷从，不论我与陛下是否怀疑你，你都不该那般对陛下讲话。大不了就是一死，又能如何？昔日你嫁他时都无奈于反抗呢，可如今你对他，还真是情深意重。你一直在介意我嫁他为妃这件事情，那在你心里我该怎么做呢？谋反吗？你当真相信他会为给天下学子出头而得罪世家吗？陛下现在的样子，与在玄机阁看到的大不相同。你仔细想想，昌定桥一案铲除西家，再到探花案，他暗中协助，他现在所做的一切，无不让我看到当年意气风发的他。殷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或许当年之事另有隐情呢？你都亲眼目睹先帝死在你面前了，不是吗？一个对亲生母亲都能下此毒手的人，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？我也不明白他为何要那样做，可这段时间，他让我看到了他想要改变这个浑浊朝堂的决心，也让我看到了他在试图完成先帝的遗愿，这让我很矛盾。殷从，我定会查明这一切的。赵行思有急事。这是赵行思的信号弹吗？是，我得回去了。难道那晚在玄机阁还有赵行思的人，而当年赵行思正卿是秦家的人？难道？看来我得想办法去趟赵行思查查了。全都带走！拿人！住口！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这里是些妖言惑众，聚众闹事，蛊惑人心，带走！走！污蔑！走！污蔑！走！放开我！快走！快点！你们这是污蔑！快，跟我走！追！别让他跑了！到了，快！先生，快请进。先生，先生，又见面了。敢问二位究竟是何身份？在下苏乐玉。贤妃娘娘，那您是陛下？参见陛下。先生不必多礼。陛下和娘娘今日搭救老朽，不知……陆先生，你应该已经看到了，
您一忍再忍的结果是什么？女儿高中后身死，书院也被破坏。陆先生，一味的忍让是不能真正的保护天下学子的。您越是忍让，他们只会越发得寸进尺。是老朽难堪大用。之前你们问我是否见过那本诗集，我不想再起波澜，就没有食言相告。那诗集，它没能铲除奸佞，却害死了我的女儿。先生被罢官，可是与此事有关？我发现吉大世家的寿宴名单之中，有不少参加完科考的学子。我怀疑，这些赴宴学子是要借机投靠世家，以获举荐，于是便向先帝提议革新科举制度。陛下，科举在即，不少学子入都，四处拜谒，以求举荐。然这举荐对其余考生极为不公。臣提议取消世家举荐之制，以求科举公正。准奏。谢陛下。却不曾想，此举给我带来了灭顶之灾。他们借由反诗为名，将我缉拿。陆相，这反诗乃是你故意留在宫中的，竟敢污蔑当今陛下！带走！污蔑！我要见陛下！我要见陛下！那首诗的确是出自我手，世家的爪牙眼线遍布朝野。我本意是想用诗文提醒先帝早做防备，不曾想被大仓的朝局愈发感到忧虑。自那以后，我便携家眷隐居山林了。我从小教月英礼仪廉耻、为人之道，月英也结识了很多寒门学子、有志之士。在他们身上，我又看到了大仓的希望。但世家势大，我担心若被发现，会影响学子们的前途。于是，我借用狐妖的传说，只在夜晚教书。陆先生。后来月英发现了我藏在诗集中的证据，知道了我曾经被世家陷害过，便起了要为我翻案的念头。我深知此举如以卵击石，于是便把诗集中的证据拿了出来。爹，你去了国子监，若你参加科考只为功名利禄，任凭于你。若为其他，我绝不答应。爹，这天下寒门学子的前途，可都要被这污秽的官场给毁了，您清楚的呀。先贤曾言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”圣人周游列国，只为劝君主仁政。今日，女儿也要效仿先辈，正身立名。你，爹，爹，没能拦住，是我害了他。陛下，恕老朽无能，我连小女都庇护不了，又何谈保护天下学子？月英之死，还是不要再查下去了。难道你就不想为你女儿伸冤吗？陆月英一身才气，满腔抱负，却要在死后被冤枉舞弊。我当然想，可我若是替他伸冤，那些满腔热血的学子定会跟随而上。如果被世家报复，我便害了他们。朕深知这朝堂积弊已久，世家把控科考，阻塞贤才之路。朕一直渴望能够打破这腐朽之局，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选拔制度，让有才之人能够为朝廷所用，无论男女。
陆先生，这本也是先帝的心愿。女子科举本就不易，陆月英志向远大，才华出众，本可有大好前程。可她不惜得罪世家，为给天下士人争一个机会，难道您就甘愿如此躲一辈子吗？您是陆月英最敬仰的父亲，却自保庇祸，上不求为世人清朗考场，下不愿为女儿申辩冤屈。陆先生，他日若您与女儿冥府相遇，你又该如何面对呢？老朽半生沉浮，恍若钝刀粗磨，竟未觉死身已成朽木。应着娘娘之言，振聋发聩。罢了，今日老朽便同陛下、同娘娘一道，同天下学子一道，同月英一道，澄清玉宇，一荡乾坤。我将名单缝在了这衣服中，只要与当年中亡之人做出对照，便可知其中端倪。多谢先生。你与先生在此，我去便回。乐宇，万事小心为上。你也是。陛下，京城核实，寿宴名单上的人，的确都是当年科考中举之人，现他们都已任各地州府官员，或任中都要职。朕刚比对了下，这个王陵很是可疑。去查查翰林院学士王陵，可曾在科举前后举办过类似的宴请？如有，务必查验核实。臣遵旨。陛下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着人暗中保护书院和陆先生了。这王陵在近几日给母亲办了大寿，礼单上的人，皆在二甲名单之列。王林，所以那晚刘文崇看到的，与陆月英发生争执之人，有可能是王林。因为王林可被称作为学士，且夜黑风高的。刘文崇许是看错了。他们现在在用同样的方式，让阅卷官接受行贿，只要不动前3名，就不会引起太大的注意。王林定是想拉拢陆月英，才与他发生的争执。笼络了前3名，再将科考上榜之人在封官时通过世家举荐分派到各个重要职位上，这样大仓便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了。陛下，必须当机立断，否则恐会夜长梦多。如何搜查王林？看来必须要招行司出面了。不如我装扮成招行司官差的模样，一起行动，如何？那你万事要小心。饿了吧？特意给陛下找了些吃的。陛下最好甜口，尝尝看。只有你知道，朕喜欢数泥馅儿。陛下如今的处境，功过都在别人口中，陛下当真不易辩驳。无愧于心便好。不忘追逐星河，太过漫长，与你长相守对相望。任你来到我身旁，此生长脸微扬，
回忆辗转心相随，此情又无悔，太多是非，痛彻心扉，擦去你眼角的泪。时光流淌，日月琳琅，我会等山河芬芳，满尽风归。一生烟雨，莫留自孤影匆忙。万缕情长，自相逢眉间萦绕。历尽阡陌路途遥遥，千帆过尽天涯海角。何惧人间聚散离别无常，与你白首对影成双。愿你来到我身旁，此生长恋未央。你的伤怎么样？好多了，陛下给的金疮药果真灵验。挂用就好。时光流淌，日月琳琅，我会等山河芬芳，满尽风归。所有人听好了，先将府内所有人控制起来，一定要快。是。陛下派你来监视我，为了那窃国之人，你还真是尽心尽力。你倒也不是什么谋逆之人，又何来监视一说？殷从，隐藏在背后的毒瘤就要被挖出，你我还是关注眼前之事吧。大人，屋内并无可疑之处，这边也并无发现。大人，这是干什么？王大人，别紧张了。放开我！放开！殷大人，手下留情啊！殷大人，殷大人！王大人，真是政绩卓著，与我走一趟吧。陛下，昭心司查办了王林家，果然发现了许多不法之财。王家的人要连根拔除。嘉宁29年。嘉宁29年9月初6。果然。那晚有一支昭信司的官差去过玄机阁，
这上面并没有他们回来交差的记录，说明他们再没回来。赵行思指示录，乐于你调查我。你果然在替殷长言监视我。殷正清，遭人背叛，滋味如何？快了，下一个就是秦家，你会同意的，秦从。替我去找一物。何物？那物长在山间极阴潮湿之处，好生寻找。是。刚刚宫里传出了消息，舞弊一案的调查结果出来了。翰林院学士王林革职查办，查抄了家产，1个月后重开科考。重开科考？虽说王林被革职查办，可世家之人却还是手握大权。如果不彻查清楚，如何杜绝舞弊啊？是啊。不仅如此，现行的科举制度不改，舞弊之毒虫必将再生。各位，小生也代表大家去击鼓鸣冤，告御状。对，告御状。乐于，你穿成这样去做什么？街上有巡街衙役，万一被看到发现了怎么办？你关心我做什么？你不怕我帮那窃国之人监视你了？乐于，我承认想起玄机革制事时，总被愤怒冲昏了头脑，但从亡灵之事上，我看到了陛下重振朝堂的决心。如今大仓的局面，只要能国泰民安便好。乐于，我们要护的是大仓，不是吗？殷从，你能这么想就对了。你这是去做什么？我不能再躲下去了，一直躲下去也不是办法。如今贪腐之事虽已查清，但我要是再躲下去，陆月英的冤案就永远无法昭雪，这背后有多少蝇营狗苟，将永远被埋葬。你是要去？没错，我相信如今的大仓。走吧。告御状！告御状！诸位冷静！你是何人？为何要阻拦我？你将来还要科举入仕，现在击鼓便是与官为敌，切莫自毁前程啊！哼，自毁前程？我等前程都要毁在贪官污吏手中，何须自毁？就是，对，何须自毁？你是贤妃娘娘？
原来您就是苏家大小姐。你们世家望族都是一丘之貉。就是。无论世家望族还是寒门百姓，都是平等的。要告御状是吗？我来。不为苏家，我要为天下学子鸣冤，为明谦鸣不平，为陆月英鸣不平。科考舞弊，世人寒心。苏家小女苏乐瑜，今日为天下世人敲击登文鼓，望科考舞弊一案重查。乐宇，这2天的事有些蹊跷。你我刚从书院出来，便遇到了殷从，然后隐藏了这么久的书院就被查封了。你感觉是谁所为？还有在拒马河营地时，你我被杀手围困，殷从耶烈恰巧赶来，可事后朕得知，那个地方根本无法耶烈。陛下是怀疑殷从跟踪我们查抄了书院，拒马河是故意救我们。具体如何，朕不得而知，但这一切像是被安排好的。陛下所言种种，的确有颇多疑点，但我相信，在大是大非面前，殷从他心中有数。希望你说的是对的。苏宪妃，你煽动学子，击鼓闹事，按律要先受杖责之刑。王大人，朝廷律例，击鼓鸣冤要先问冤，哪怕是个罪犯，也要先问冤，再问罪。王大人，贤妃说的在理，若是先用刑再查案，又有何人再敢击鼓鸣冤呢？对呀，大人说的对，贤妃何罪之有？苏宪妃，你有何冤屈？本宫敲击登文鼓，是要为天下学子伸冤。我要状告朝廷。状告朝廷？此话可不能乱说。科举舞弊，学子鸣冤，朝廷高高举起，可如今却轻轻放下，是何故？朝廷行事，苟不自正，何以正天下？可以正天下，可以正天下，可以正天下。肃静！可我这里却有你参与舞弊的证据。什么证据？什么证据？将证人宋娘子带上来。诸位大人，小人是苏贤妃贤明殿宫中婢女。小人在苏贤妃宫中找到了苏家参与舞弊的证据，而苏贤妃便是这舞弊一案的幕后主使。什么主使啊？那陆月英便是与他勾结。血口喷人！娘娘，
小人这里可是有证据的。呈上来。签字文就是你所谓的证据？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大人，定是弄错了。大人，众娘子，这签字文又能说明什么？是银票，不是签字文。我看得千真万确。大人，我是冤枉的，我是冤枉的。大人，来人，把这毒妇拖下去，大刑伺候。是。大人，我真的看到了。大人，我没有冤枉他。大人，大人。王大人，还请你为民做主。苏贤妃，此事是否诬陷？本官自会查清缘由。你以戴罪之身敲击登文鼓，按律杖责20。使不得，大人，使不得，不可以啊！使不得，王大人，为什么要打他？不可以啊，王大人！是啊，王大人，使不得呀！好啊，我这脊梁有这天下学子为我撑腰，别说杖责20，便是200，我也绝不会怕。为贤妃娘娘撑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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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撑腰！各位学子，今日贤妃愿为天下读书人受刑，我大理寺愿为天下学子重审科考舞弊一案。大人应不要？大人应不要？大人。既然贤妃情愿杖刑，那就怪不得本官无情了。来人！使不得！本宫恳请朝廷，望彻查科考舞弊一案，严惩罪魁祸首，还我清朗世间！还我清朗世间！还我清朗世间！请吧！还我清朗世间！还我清朗世间！还我清朗世间！她是当朝皇妃，你胆敢动手？国法无情。再者，也是苏贤妃自己主动情愿受刑，你我身为朝廷命官，怎能无视国法刑罚？若殷正卿执意为苏贤妃开脱，那还请陛下为他下恩旨，如何？继续行刑，不得有误。大人，别打了！大人，是啊，大人，别打了！太打了！忍着点，幸好没伤到骨头。这是特制的药膏，能够助你伤口愈合，也可为你减轻一些痛苦。多谢陛下。你这次太冒险了，弄不好会没命的。幸好冯清在，行刑时手下留情了。臣妾命大着呢，陛下放心。要是真的会丧命的话，玄机阁那夜恐就已经没命了。但臣妾不但没有死，还成为了陛下的贤妃，其中缘由，亦或不可明说吧。
你我皆身在朝堂，幸有你相伴，朝夕相处，让朕不再孤单。虽你身在朝局，却还是以前的苏乐宇，心怀正义，无所畏惧。但朕自登基以来，就好像走进了一个密不透风的牢笼，有时候都有点记不清曾经的自己了。陛下，心不困于方寸，所望之处，皆是天高海阔。乐宇，你信朕吗？我信。我不仅信陛下能够还我清白，我还信陛下能够铲除朝堂奸佞，扫除这世间的不公。他们以为自己能只手遮天，掩盖真相，扰乱朝堂。朕定要将他们连根拔起，让他们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。匣子中的千字文是怎么回事？是杨云发现宋娘子想栽赃后，偷偷放进去的。娘娘，陛下已跟臣交代过，说您想再来国子监调查，臣已安排妥当。但娘娘的身体无妨。娘娘，这房间还维持着原来的样子，丝毫未变。冯大人辛苦。我要见贤妃娘娘，我有要事禀报。何人喧哗？报！冯大人，外面有个举子，吵着要见贤妃娘娘，说什么也不走。是何人？新科状元刘文崇。在下惭愧。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快快起来！科考舞弊一案，多谢娘娘能为天下学子敲击登门鼓。刘某虽为状元魁首，然在下却为保功名，不敢挺身而出，愧对状元之名。娘娘大义，刘某羞愧至极。你快起来吧。之前以为你是反对女子参加科考，所以才对陆月英多有讥讽，对你也颇有偏见，实在抱歉。陆月英被杀当晚，在下本来想约她和解，没成想碰到了狐妖。你也相信会是狐妖杀人吗？怎么可能？哪有狐妖会受伤流血的呀？我觉得应该是凶手扮成了狐妖的样子。那你可记得，凶手伤到哪里了？好像是右手。右手。冯大人。娘娘，狐妖的尾巴露出来了。走。慢点，娘娘。你是什么人？你是什么人？不可能！你什么人？你是人是鬼？你觉得我是人还是鬼？鬼啊！鬼啊！是人是鬼？是人是鬼？王大人！王大人！王大人救我！王大人！王大人！救我！孟公子，你口中的那个王大人，便是那个让你扮妖杀人、污蔑忠良的幕后主使吧？
举荐，即使中举了，也无法为官。在下劝你一句。你又来这套。我说过，我陆月英只凭真才实学，绝不攀附世家。陆娘子恃才傲物，她看不上那些世家。可后来我才知道，她乃是前宰相陆九章之女，如此惺惺作态，她又怎会懂我等寒门之苦？所以你便投靠了王家，条件便是要你陷害陆月英科考舞弊。这是我唯一一次能获得举荐的机会。事成之后，6步之内必有你的一席之地。我也不想陷害陆娘子，我劝说她跟我一起投靠王家。孟兄此番若还为此事，便不要再说了。我还有事，你自便吧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也无话可说。我便开始按照王战的话，寻找一份寿宴名单。可我找遍了屋子也没有找到，却在房间里发现了密道。我猜想这密道必定与陆月英有关。我钻出密道，穿过竹林，果然发现陆月英在城外的房子。我想名单肯定在这里，但我找寻多时无果，竟发现屋外有很多扮作狐妖的人。为了防止被发现，我便穿上陆月英的那套。等我回到国子监，突然想起王战要我放的字条，我就在书架上找寻要放的位置。你怎么还没走？你去过书院？这什么？孟之行，我原以为你我虽志向不同，但至少品行节操尚在。你为了投靠世家，竟不惜栽赃陷害于我。我只是在为我自己奔前程，像你这种官家之女，又怎会懂我的难处？所以就可以不择手段吗？那又怎样？这世上本就弱肉强食，只有强者才能生存。强者投靠世家，靠陷害他人得来的地位就是强者了。你真让人感到恶心。你住口！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？你终归是个小人，跟我去官府，走。走。刚好那天，你穿的是狐妖的衣服，于是你便假扮狐妖，开始散布传说。所以你便将屋内放满了动物毛发，又模仿了动物抓痕，将你的杀人嫌疑嫁祸给了那虚无缥缈的狐妖。狐妖，真是狐妖！我说的没错吧？对，都对，都怪陆月英。是他瞧不起我，那我能怎么办？他有能力当上官，谁管我？在这个石头上，没有世家做倚仗，寒门学子谁？又能站在朝堂之上？嗯？杀人者难道就只有我孟之行吗？在那朝堂之上，高高在上的官员，掌握举荐名额的世家门阀，难道就不是杀人者吗？嗯？寒门学子报国无门，是朝廷失职，但这绝不是你杀人的借口。孟之行，我辈读书人，当生而自强，无官出身。你难道没有发现吗？你在外人面前，从来都是自称小人，一副卑躬屈膝的模样。小人孟之显，小人乃是陆娘子同窗，
小人告退。而那时你根本不知道我们的身份，这才是你最大的问题。你从来都没有看得起你自己，也从未相信过你自己。惶惶10年，大梦一场啊！来人，带走。是。啊！薛子梦之刑，杀人栽赃，对其罪行供认不讳，经3法司审结，秋后问斩。刑部尚书王湛指使诬陷，结党营私，证据确凿，奏请陛下定夺。太师，哎，陛下，陛下，臣是冤枉的，陛下，臣是冤枉的呀，陛下，陛下！王湛，你公然违抗国法，剥夺其刑部尚书一职，押至大理寺，严加审讯。大理寺，哎，陛下，臣是冤枉的呀，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臣绝没有指使他，陛下，太师救我，陛下，你听我说，臣绝对没有指使他，陛下。娘娘，陛下已经在寝宫等您了，特命老奴恭迎娘娘回宫。多谢徐公公。徐公公乃内廷总管，侍奉过先皇和陛下，能来接乐于回宫，乐于荣幸之至。都是先皇和陛下看得起老奴。徐公公，玄机阁内夜，公公也在吧？从昌定桥到这探花一案，陛下一直在暗中助我。他看似与世家站在一起，实则恰恰相反。他承先帝遗志，正在逐步削弱世家的势力。娘娘这话，老奴听不懂。那我便再说得明了些。玄机阁那夜，晋王府的府兵并没有杀害禁军，剿灭的是隶属秦家势力假扮禁军的昭行司叛军，对吗？这有什么区别吗？若玄机阁内真是护卫先帝的禁军，那么晋王就是谋反；但如果是属于秦家势力的昭行司兵马先围住了玄机阁，那么带兵入宫的晋王，看似谋反血洗玄机阁，实则恰恰相反。晋王乃是秦王救驾。徐公公，我说的对吗？陛下常说以身正道，娘娘与陛下少时曾一同受先帝教诲，该比老奴更懂这个理。常衍哥哥，驱除晦气，浴火重生。阿婉他们呢？才出狱，莫要回头。
机会。陛下什么时候比臣妾还要讲究这些了？到了。柚子叶洗手，驱邪避讳，好运将至。陛下还有什么别的讲究吗？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。披红挂彩，如意吉祥。红绳相系，皆同心。那月，这些日子你受委屈了。陛下忍辱负重，背负骂名，才是真委屈。一时爱日，一日爱月，一月爱年。让颜哥哥，这么多个日日夜夜，你一个人是怎么熬过来的？长野哥哥，这1年多受苦了。受苦了。直到最后眼里有我，愿你共赴山海的求我，再多悲与为是别退出的光辉，你眼角的泪用余生不悔。看来这招行司
陛下不会让你待太久了。太师应该知道，我的志向已不在当官。你的志向，老夫越发看不明白了。现在陛下夜里看奏折，可还是会喝连山黑茶提神？的确听徐公公说过。你的志向，老夫看明白了。母亲，您曾说过，君王如同明月，明亮清冷。如今儿臣这轮孤月，也找到了自己的星辰。乐于心思玲珑，抱负在心，有他在朕身边陪伴，定能令这大苍天下重归清明。母亲，这些大臣为何不敢抬头啊？朕在此，他们畏惧，他们害怕仰视君王会饮醉上身，丢了头上乌纱。君王之道，便在于让那些敢于抬头望天之人，拥有更广阔的天地。先帝为乐于授业恩师，亦如亲生母亲，乐于愿承您遗志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。乐宇，是时候让那些敢于抬头望天之人，拥有真正施展的天地了。陆相对授官一事尚存疑虑，不然，他可成为陛下的左右手。朕深知陆相心结所在。如今王家被除，三家已去其二，该能解陆相一些忧虑。你可否再与我去见见陆相？古人三顾茅庐，只为求得治国良相。你我正当效仿。郑元在野有忧色，肯为无人捡妙香。即使不在朝堂，亦会如野菊般，不会因无人欣赏而减少半分香气。陛下和贤妃娘娘此来，该不会只是想与老朽煮茶聊天吧？我二人来意，想必先生早已心知肚明。先生曾言这里没有陆相，如今在这方小屋里，也没有陛下。陆先生，舞弊一案尘埃落定，科举改制势在必行。如今正是您施展昔日抱负，再行新政之时。还请先生为天下学子计，重归朝堂。陛下，您天子之尊，切不可如此。老朽归隐山林已久，只怕难当大任。先生，我们深知您早已厌倦了朝堂纷扰，但您之志向，若仅甘心隐于这方山野，便不会一直留着那名单证据了。在您心中，定还有未酬壮志，何不重拾锋芒？这该也是陆娘子想要看到的。位卑未敢忘忧国，女儿定要效仿爹爹，以迎新之光，
点万家灯火。位卑未敢忘忧国。原因很喜欢这一句，却也是他和我说的最后一句。先生，如今大仓朝堂，正需先生这般心怀天下、济世安民之人。若能得到您的辅佐，必能兴利除弊。先生的远见才识，就连先帝都十分钦佩。先生重归朝堂，想必也是先帝所愿。先帝曾言，君王之道便是让那些敢于抬头望天之人，拥有更广阔的天地。当年在大殿前，只有陆相您抬头望天。如今便是开拓大唐天地之时。当年之事，陛下竟记得？不敢忘。先帝之遗愿，更不敢忘。陆相，君王之道，不是做那隔岸观火之人，而是以身入局，做布局中的一环。推行新政也是如此，需身先士卒。陆相以为呢？臣愿为陛下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陆相，不是为朕，而是为大仓的百姓赴汤蹈火。君王之道，不是做那隔岸观火的局外之人，而是因以身入局，身先士卒，愿为天下人赴汤蹈火。陛下，若您觉得老朽还有用，我愿为大仓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这也是月英之愿，老朽惭愧，宁夜未敢与陛下相认。先生，今日我便以茶代酒，敬先生再踏青云，且愿与你共襄国事。众位爱卿，今日朕喜得一位贤臣，你们中大多数人曾与他共事过，即便没有见过他，也大多读过他的文章。传陆九章上殿。罪臣陆九章拜见陛下。先生不必多礼，与诸位亲家打个招呼吧。陛下，罪臣既已回朝，并不能空手而来。今日愿献上治国良策4条，朕洗耳恭听。其一，公开官员校考评定，政绩卓越者破格提拔；其二，取消世家举荐之制，避免科考舞弊；其三，均调公田，抑制世家圈地；其四，严选各州府县大小官员，慎用世家门生。陆先生这几条，看来另有所谋吧？当然有所谋。老夫谋的是世间清朗，江山永固，天下百姓安居乐业。为官者当为国家社稷，
殚精竭虑，宵衣干食。秦太师，您说呢？陛下，臣愿领户部支持4条新政。臣也支持新政。太师，你的意思呢？臣也支持，只是凡新政推行必有艰难。殷正卿协助破获探花案，可见其能力卓越。这新政推行在即，臣以为，便由殷正卿负责，最为合适。殷正卿资历尚浅，新政既由陆先生提出，便由他亲自负责。罪臣遵旨。即日起，陆九章升任中书令，兼任翰林院学士，随驾左右。谢陛下隆恩。乐瑜，陛下，参见陛下。快免礼。朕才听太医说你怀有身孕，便赶过来了。赏赐放下，都回去吧。是。陛下倒也不必如此兴师动众。不行，必须要兴师动众。这一到冬日啊，无论屋内屋外，你的手总是冰凉的。见令人在这手炉里放了香梅，又加了几味香料，你随身带着。有这手炉暖着，纵使是这冬日，也如同暖春。啊，陛下，这柿子的糖烤化了，软糯香甜，格外好吃。我们长眼哥哥呀，最爱吃甜食了。来，啊，怎么样？这雪景真好啊！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冬日最美好的莫过于此了。又要到新年了，瑞雪兆丰年，该又是个好年景。这新年前，新的官员校考必须要完成。朕像这样悠然赏雪的日子，不多了。陆相的4条新政虽有陛下保驾护航，但毕竟还是要从头推行，难免又有波澜。陛下与陆相又都在风口浪尖，臣妾倒有些想法，想请陛下考量。坐下说。臣妾是觉得，陛下可以设立一个新的衙门，用来限制臣工，以防独断专权。此衙门不给予实权，只执行陛下的政令，为陛下出谋划策，也给了寒门子弟报国的机会。这样，陆相的第1条新政才能更好的执行。如此做的确能给世家加以限制，但需要贤臣执掌。若这衙门都到了世家手里，即便没有实权，也会被他们搞得乌烟瘴气。若是陛下信任，臣妾想以朝廷推恩为名，借寒门学子以文辞交流为由，设立弘文馆，不论出身，不分性别，广纳人才为大仓效力。有朝一日，天下清朗，百草丰茂，满庭芬芳。乐宇，
如今苏家已在风口浪尖，只怕会给你带来更大的风雨。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莫要拒绝，以你的才情、声望、贡献，都配得上这后位。乐于，开盛世之皇必有贤能之后，在我看来，我辈中只有你配得上贤能二字。母亲笑我一厢情愿，我想了想，一夜未眠。长远哥哥，不是一厢情愿。愿你来到我身旁，此生长脸未央，回忆辗转心相随，此情永无悔，太多是非，痛彻心扉，擦去你眼角的泪，时光流淌，日月琳琅，我会等山河芬芳，满庭风归。愿你来到我身旁，此生长脸未央，回忆辗转心相随，此情永无悔，时光流淌，日月琳琅，我会等山河芬芳，满庭风堆。殷正卿，已按照您的吩咐，将那木头做成了比格壳。下雪时最适合喝这冬酿酒。从前呐，你娘亲在中秋前就会酿上这酒，喝到初雪落下时，再酿上屠苏酒，过年时再喝。太师此来可是为弘文馆一事？陛下，这里这弘文馆，出尽风头的却是苏家。探花一案后，也令苏乐瑜声望大盛。陛下让苏家出风头，也是理所当然。这个苏乐瑜，真不愧是先帝一手调教的啊！借着你殷从的手，不但沉冤得雪，还令以刘文崇为首的学子对他五体投地。如今更是身怀龙嗣，两人情谊绵绵。听说陛下马上要封他为后，而你呢，劳心费力为他们办案，只有老夫为你去讨封赏，到头来什么也没得到。陆九章得罪了不少人，世家对苏乐瑜颇为不满。我倒是想让天下人都知道，咱们这个贤妃的手段。
这麒麟送子金锁代表仁厚吉祥，保你，也保小皇子。男孩女孩我都还不知道呢。殷从，你我之间有话直说就好，怎么还犹豫上了？流言可听说了，都是关于你，关于苏家，民间传得沸沸扬扬。自是有所耳闻。做事善己，又何惧蜚语？取消举荐，官员校考严明处置，这些都是先帝想做但没能做到的事，如今被陛下做到了。但是所有污名都在你的身上，他是在拿你当挡箭牌。事治，则以义为身；事乱，则以身为义。便是让我以死殉道，我亦可赴汤蹈火。昔日陛下在对弈时说的话，倒是被你记得清楚。可是以身殉道，殉的是你，而不是他。陛下这般心计，能在顷刻变化间让万物为他所用。当初先帝都能被他玩弄股掌间，更何况是你？推行新政，亦是先帝所愿。我相信，若你愿意，常远哥哥有你我二人相助，新政必能实行。若你不愿，也无需勉强。但诸如此类挑拨之言，不要再同我说了。是我多言了，以后不说便是。只是玄机阁那夜，我始终都无法忘怀。你忘了？听其言，察其行，方能知其心。那晚之事已然过去，你一味沉湎其中，不过是自寻烦恼，此非先帝所愿。你回吧。乐于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我只希望你能够一生平安顺遂，不要因情感而被裹挟进朝堂的血雨腥风当中。对了，除了长命金锁，这个木盒也是我找师傅精心打造的。我知道你介意我与陛下有嫌隙，这个就当我为刚才的事情道歉了。送他做比歌盒吧。愿你们能以笔为刀，完成先帝未尽之业，为国选才，不让英俊臣下僚，寒门得以蹑高位。好，过来看，背上这什么呀？哎呀，这是字儿吧？陛下，昨日臣择选封后吉日，却遇荧惑大亮，紫微星暗沉，此乃大乱之象啊！陛下，昨日急奏，南方有流寇作乱，现下流言甚嚣尘上，都言聘姬司臣，紫微大乱。如今南方流寇作乱，紫微星暗沉，便应了这句话，还请陛下顺应天意。太师，何为顺应天意？陛下，臣斗胆，立后之事，还望陛下三思。陛下，上天警告，不可悖逆，请陛下三思啊！请陛下三思。
你来了，来，尝尝我新煮的滋补茶。难得你还有心情喝茶。为什么没有心情？就因为那百官静坐，反对立我为后。苏大哥带兵出征，你正是孤立无援之时。只怕陛下这样做，是将你架在火上，为你招来祸患。殷从，你放心，我没事儿。从前你也是最爱笑的，现在心里藏的事儿多了，就没怎么再见你笑了。怎么了？可要传御医？无妨，微痛罢了。陛下驾到！参见陛下。参见陛下。殷从来了。近来天寒，你最是爱在外赏梅观景。这白羽裘大氅，能与你温暖。有陛下心意相系，这披氅果真暖意融融。怎么了，乐玉？陛下，乐玉，肚子。传太医。是。乐玉，乐玉。陛下，臣无能，未能保住龙胎。贤妃如何了？娘娘小产，身子虚弱，尚未苏醒，不过性命无忧。贤妃向来身体康健，胎相稳定，怎会突然小产？传令下去，给朕彻查。臣遵旨。陛下是在怀疑臣吗？近日你与青丘过从甚密，朕不该怀疑你吗？臣与乐于从小一起长大，纵使稍有嫌隙，但早已烟消云散。臣不会害乐于，更不会害一个尚未出生的孩子。陛下若查证此事与臣有关，臣愿受千刀万剐之刑。煽动官员闹事是假，暗中对孩子下手是真。成大事者不可妇人之仁，你应该知道苏乐瑜的孩子不除，后患无穷。是，毕竟在你眼里，孩子的命是最卑贱的。自己亲生亦是如此，更何况是苏乐瑜的孩子？秦娇琼是这样，我也一样。我本以为你能与其他女子不同，是能成就大事的，看来来，也不堪大用。
以为苏乐瑜真的在意你吗？你帮着苏乐瑜洗刷冤屈，最后又得到了什么？就是一条狗叫的响都能赢的一块肉吃。苏乐瑜已经贵为皇妃，马上就要封后，可你呢？你又算得了什么？一个是逼宫谋反，害死你恩师的暴君，一个是狼狈为奸、无情无义的毒妇。他们迟早会铲除你，就像当初那样，兔死狗烹一样，把你扔到皇陵了，了却残生。秦总，你好好看看吧，这大苍江山，哪里还有你的容身之地呀？你身体里流的是秦家的血，我们才是一家人。为父用心良苦，都是为了你。这大苍的江山迟早也会姓秦的。你现在也可以杀了我，去做尹长眼的忠臣，否则就与我一同重塑天地。一切抉择都在你的手上，你自己思量清楚。你躺着就好，啊！陛下，臣妾要向陛下请罪，是臣妾故意让太医说孩子没有保住的。没事，朕都知道了。太医说，虽然尚且不明缘由，但好在臣妾中毒不深，这才保住了孩子。敢对皇嗣下手，朕绝不轻饶。陛下，你反而该借此机会贬斥臣妾，让他们以为孩子真的没有保住，这样才不会再来伤害的。如此做，你恐怕还要吃些苦头。我苏家儿女怎会怕苦？陛下只有断开和我的关系，他们才能原形毕露。陛下不怕，臣妾自也不怕。相信他也不会怕。陛下，臣已安排经验老道的验毒仵作及诸多太医协查过，贤妃所饮的茶中被人放入了桃仁，这才导致了小产。将那奉茶的宫女带上来。茶是你奉的，孕妇所忌不知道吗？陛下，奴婢有罪，只是贤妃娘娘有孕嘴馋得紧，想吃些坚果解解馋，奴婢不敢让贤妃多吃，便放入茶水一起煮了。奴婢不吃，这会导致小产，陛下恕罪啊！如此糊涂还敢说恕罪？将他逐出宫去，流放至边关。谢陛下。陛下息怒，老臣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
讲。贤妃身怀龙嗣，就更该加倍小心。纵然这宫女有错，难道贤妃就无罪过吗？如此粗心大意，如何统领后宫呢？是啊，是朕先前太过骄纵于他。传朕旨意，苏贤妃贪图口欲，致使皇嗣小产，贬入玉贞观清修，反省思过。是。这是启王的字迹。这初春更是寒气入骨，别着凉了。参见陛下。免礼。让你受委屈了。只要能保住我们的孩子，都算不了什么。臣妾被贬斥到此，才能消除他们的顾虑。我也正好借此机会，看看这里的好山好水，还求了愿签。平安，人平安，家平安，国平安。平安是最质朴的幸福了。一年之计在于春，春播希冀，才能耕耘丰收。是啊，我们于春日播种，秋来必有所获。陛下，看过御医了吗？无碍。春来雪融，乍暖还寒，有些着凉罢了。这玉贞观山风更寒，陛下该早些回去才是。放心吧，乐玉，你我也许久未见，今日我们不谈其他，只谈春宫，还有他。那今日恰逢吉日，不如陛下为他想个名字。景州，景，寓意着王者之景，光明之景。州则代表着冒险还有远行。我希望我们的孩子无论男女，都能担得起大仓万千百姓之期许，令我大仓繁荣昌盛。景州，光明灿烂，航行探索。愿他有远大的志向和坚定的信念。还有一层含义，我坚信，我们留给景州的，也会是光明灿烂的大仓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红酥手，黄藤酒，这是钗头凤。可这钗头凤
却是启王殿下的自己。怎么会？启王殿下他怎敢私自回来？这其中怕是另有阴谋。我已经将发生的一切暗示给启王了。我只希望启王他不要被人利用。难不成启王殿下是知道小姐出事了，所以才偷偷回来的？毕竟启王殿下也心仪小姐。启王殿下的字肯定是想要告诉我防备些什么。看来他们的目的是要加害陛下。阿婉，烧了。是。小姐，小姐，你们怎么了？杨云，你快马加鞭，务必将这字条交给陛下。是，一定要快。是。启王突然回来，看来他们要按捺不住了。杀了他！保护陛下！陛下！后续的部队跟上来了，尹将军，他们随后就到。收拾好家伙，天黑之前入城。是。太师，赵行司发现一队商旅入城，直奔宫门而去，十分可疑。探子说，领头的像是苏文成。不听话，老夫不介意将整盘棋局毁掉。太师是在威胁本王吗？你与后宫嫔妃私通款曲，且赠予情书，启王不妨猜猜看，满朝文武要是看到这诗，你觉得苏乐瑜会是什么下场？启王殿下，你与乐瑜青梅竹马，你又对他一往情深。殿下助我们成大事，我秦从以性命立誓。待事成之后，你与乐瑜大可找个山清水秀之地读书写诗，快乐逍遥。这样不好吗？在这之前，我要见乐瑜。好，我今晚尽快安排。杨宇，你送信回来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刚才在回来路上，听百姓说，侯爷侯爷他怎么了？他战况凄惨。陛下，您怎会伤得如此严重？棋局有变，他们终于落子了。没想到，启王还真被他们请回中都来了。启王现身中都，他们又行刺陛下，难道朕死了，嬴之仪是最合适的继位者。
朕活着，对他们来说才是最大的威胁。所以陛下才会假装被刺死，好让他们以为行动成功。如今朝局基本稳固，他们不会贸然行事。朕不死，那些谋逆之辈就不会露头。陛下，来人，快宣太医！不要叫太医，此事一定要保密。虚光过后，苏文成应该快进城了，安排接应一下。遵旨。苏乐宇诡计多端，他若策反启王，你可能掌控局面。太师多虑了，启王不过是个提线木偶，若不是我们顾忌苏文成的兵马，完全不必如此小心。你我悬崖边行走，一切都更需小心。苏文成乔装入城，绝不会如此简单。探子报称，陛下已身遭不测，只是秘不发丧。他进城，难道是苏乐瑜授意的？不管苏文成有何目的，他既然已经现身，便一并做掉，以绝后患。明白。靖远侯想要玩一招螳螂捕蝉，你我当然要配合演绎出黄雀在后。这是亲家兵符，从今往后尽归你调配。是。父亲。行事定要小心为上。杀出去！那他现在人呢？在哪儿？不知生死了。小姐，小姐，你别着急，我只是听说的。小姐，小姐，你别急，先别急，小姐。会是这样的，小姐，小姐，我如此小心谨慎，如履薄冰，可是又保护得了谁呢？好吧，收拾东西，马上回宫。小姐，你现在不能快！小姐，你的身子马上！哦，小姐，怎么了？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好痛！快，都上生产了！快去请稳婆！小姐，小姐，慢点，慢点，小姐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保重龙体啊！陛下，陛下。陛下的伤并无大碍，倒是这可喜之态，看起来是中毒。中毒？刀伤虽不致命，但激发了毒素蔓延全身。皇上刻的血胆之中，隐约有种古木之气，像是中了瘴气之毒。可中都府地处中原，空气干燥，也不存在瘴气，下官也是不解呀。陛下之毒可有解？陛下之毒，如无外伤则无碍，但今日被刺伤，恐怕也无力回天了。
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陛下呀，陛下，保重龙体，陛下，陛下。小姐，小姐，再坚持一下，小姐，再坚持一下。启王殿下，请先回避，赶紧去打盆热水来。怎么样啊？显妃疲惫，久坐一入，阻了产护了。快，可有横木悬于梁上？准备好了，快去拿来。好。太尉不正，我想法子将孩子正过来。娘娘一忍一忍啊，娘娘。娘娘，使劲儿，娘娘。娘娘，娘娘，使劲儿啊！娘娘，快使劲儿！娘娘用力！娘娘使劲儿啊！快出来了！娘娘用力呀！快出来了！父亲思虑周全，苏文成一事果然有诈。禁军回报苏文成已死，差点被苏文成蒙混过去，不到最后一刻，切不可掉以轻心。陛下驾崩，天下已然无主。早朝之后，这天下便有定局。安朝文武尚且不知此事，免不了有人会铤而走险。你安排人手在大殿四周候着，待我等用力启王登基，朝局尽在掌控，方才算是定局。齐王那边不会出问题吧？苏乐瑜是他的软肋，我们有他们的把柄，殷之仪只不过是一个听人摆弄的空壳子。哼。陛下早朝向来不会误时辰，今日怎么还未到？陆相，都这个时辰了，陛下还没有上朝，看来今日与往日有所不同了。皇上驾到！参见陛下。众爱卿平身。谢陛下。今日早朝晚了，众位爱卿等久了吧？陛下。可是龙体抱恙，陆相，朕身体舒畅得很。太师刚才说的没错，今日确实和往日不同。先前为保皇嗣不被奸人所害，只得谎称苏仙妃小产，并送往玉贞观休养。昨夜。苏贤妃在玉贞观内临盆生产，诞下皇子。虽九死一生，好在母子平安。贺喜陛下，
真是天大的喜讯呐！苏贤妃诞下皇子，可谓大仓之福。苏贤妃诞下皇子，不能留在玉贞观内。前些日子民间传言颇多，许是后位空轩已久所致。陛下所言甚是，当有贤能之人进位皇后，才能平息民间传言。陛下，苏贤妃贤良淑德，有治世之才，今又诞下皇子，乃后位的不二人选。臣提议立苏贤妃为皇后。陛下，此前天象不及，流言四起，这凶相暗指的就是苏贤妃。你还要在此时进言立她为后，恐怕不合时宜吧？太师所言荒谬至极，贤妃娘娘诞下皇子，此乃天降祥瑞。哼，后妃生子就立为皇后，那我大仓还有礼法规矩可言吗？你太师，大仓之法尚公己，大仓之礼重贤德。苏贤妃贤良爱民，又诞下皇子，不算功德吗？此事就这么定了，择日举行封后大典。陛下英明。即日起，苏轼乐于统领后宫诸事，辅佐朝堂政事，以中宫之尊，听政谋事，钦此。从今往后，朕以江山为证，许你满庭芳景。这贤明殿还保持着你当初走时的样子，不染一丝尘埃。多谢陛下。这玉佩，朕让工匠重新粘起来了，只是那六花结怎么编都没有你送的好看。你笑什么？陛下忘了，臣妾早已编好一个六花结，只是那时陛下未接。陛下，如今刚好栽培碧玉，你一直带在身上。真好看。陛下，陛下，你怎么了？陛下，你没事吧？臣妾去宣太医。不要去，太医，
朕看过太医了，毒已入五脏六腑，无解了。毒？陛下怎会中毒？朕早已中毒，本不会如此剧烈，可是前几日受伤，加剧了毒素的蔓延。如今血毒已入骨髓，恐怕什么？不可能，不会无解的，陛下，不会无解的。这世间有解百毒的方子，等于这就去找，我一定能找到的。我不准你放弃，一定会找的。你不要放弃，我不准你放弃。鳄鱼，我不准。君王与社稷，思敬于百姓，孰轻孰重？孰轻孰重？民为贵，社稷次之。君为轻。老爷，切勿在任何人面前表现出异样。一切等你正式册封后位，有权承接帝位，你我都要撑到大计完成之时。妾是乐于莫要悲伤，你只需记得荆州，记得这大苍天下。答应着。荆州，这护身符是父皇给你求的，愿你平安顺遂，福佐绵长。不管为父在哪儿，都会守护着你。陛下，参见陛下。荆州乖啊，乖，父皇母后很快就会来接你的，啊。娘娘，我知道要和骨肉分离是锥心之痛，但这也是为了小皇子好啊。好，明日册封大礼之后，局面定会更加凶险。杨云，荆州的安危就交给你了。陛下娘娘放心，杨云定不负所托，哪怕付出性命，也定护小皇子周全。快去吧。立苏贤妃为皇后诏。苏氏门柱勋庸，帝华阴府，为贤妃位，御众明贤，德光蓝叶。朕感其贤淑，必佐正宫，
正位中宫，以母仪天下，立为皇后。贤使闻之。参见皇后娘娘。书毁于一旦，只要陛下驾崩，苏乐瑜不能回宫，这天下将尽归我手。如今苏乐瑜已登后位，事已至此，我们只能兵行险招了。不置之死地，怎么后生？既然是生死之举，那就让他们看看谁的手腕更狠。你们什么人？敢闯皇宫禁地！先控制内廷，将试图反抗之人拿下。是。乐瑜，我将亲手结束这一切。皇后娘娘，太医院竭尽全力也无法找到毒源，只能从陛下咳出的血中闻到一种古木的味道。古木，我知道你介意我与陛下有嫌隙，这个木盒也是我找师傅精心打造的，就当我为刚才的事情道歉了，送它做比歌盒吧。怎么会？殷总，所以，玄机阁那晚，也是昭行司发现后闯入，看似保护，实则将先帝围困了起来。你带兵闯入玄机阁，看似逼宫，实则救驾，是吗？我早知你会窥知全貌。那晚我得先帝密旨，命我带府兵去玄机阁议事。既是议事，为何要带府兵？我深感不妙。到达玄机阁后，果然发现世家企图逼宫。先帝被困在玄机阁，秦家联合西家、王家一同上书，逼迫先帝提前退位，说让他们得逞，大仓必落入贼手。先帝自感时日无多，必须尽快瓦解世家阴谋，于是与我一起设计了逼宫之计。
如此于世家而言，不过是换了个傀儡，表面还是受世家挟持，而我们却有了更多的时间，徐徐图之。常言，待尘埃落定之后，再将真相大白于天下。母亲，朕让你从小隐藏自己，假意与世家交好，支持他们的政见，来获取他们的信任。你此时逼宫上位，正顺了他们的意。乐于心怀社稷，苏家忠君爱国，可助你完成大业。你需娶乐于为妃，借此稳固苏家兵权，来逐步瓦解世家的势力，奉行新政，你明白吗？只是乐于的性子，所以你要瞒过所有人，包括乐于。只有苏乐于与你对抗，甚至决裂，这样才能瞒过世家，为你争取更多的时间。朕知道你与乐于情深意重，瞒着他，看着他痛苦，你于心不忍。但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做帝王者，便要承受孤家寡人的一生。拔剑吧。拔剑！母亲，儿臣宁死，不做弑母逆子。母亲，母亲！先帝以身作则，为国自刎，而陛下你忍辱负重，以身正道，只可叹我常言哥哥心里的苦楚，独自咽下，一个人背负了所有的骂名与委屈。无妨，乐于，我曾说过，我这一生有一人懂我足矣，而你，在我有苦难言时，依旧站在我身边，信我，助我。乃我之幸事。扶我到桌案前。朕死后，皇子殷景昭
继皇帝位，尊皇后苏乐瑜为皇太后，君权国事皆可裁决。陆九章、苏文成、方玲玉、岳梦玲为辅臣大臣，辅新皇听政。乐瑜，待一切安定之后，再驱逐遗诏。你答应过朕，莫悲伤。忘了朕，也忘了尹长言。你只需记得，记得荆州，记得这大苍天下。那鸳鸯灯为何没点上？我现在就去点上。你等一下，你等我。长言哥哥，等我一下。等一下。乐瑜。若有来世，愿你我只做寻常夫妻，鸳鸯灯下，再成连理。等我一下，等一下。任你来叫我身旁，此生长脸围绕，回忆辗转心相随，此情永无悔。太多是非，痛彻心扉，擦去你眼角的泪。乐瑜，你这株玉梅，毒可退于阴，
护朕入狱。披红挂彩，如意吉祥，红绳相系，结同心。不许进来！滚出去！你我还是走到了这步田地，只恨我眼下你我恩断义绝，势同水火。但我告诉你，殷从，只要有我苏乐瑜在，这天就不会变。当年你我阻止不了殷长言逼宫，今日一样阻挡不了。交出皇子，我可留你性命。秦秋已在外煽动各州府兵变，以你苏家的兵马，也是螳臂当车。你好好看看。继王殷长言，愿隐忍背负骂名，与朕行宴毕恭，护皇位周全。为此，朕特书此诏，为其证明，望后世明其本心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先帝的笔记你该很是熟悉。陛下这么多年以来，一直在完成先帝遗愿。是你与秦秋兴风作浪，狼狈为奸，令大唐陷入水火。是你辜负了先帝，辜负了大唐，辜负了陛下。不可能！也辜负了你自己。不可能！你是想以缓兵之计诓骗于我。这是我亲手害死了他。殷总，你告诉我，陛下的毒可是与你那笔歌和有关？是。可为什么我没事？为什么偏偏是他？为什么？和陛下和。
果真死了，把罪妇苏氏给我拿下，找到皇子。是。太师，殿内均已搜查，并没有找到皇子。看来那孩子已被送走，不过启王还在我手上。那孩子已不足为惧。传我令，皇后苏氏镇杀陛下，谋权篡位，已被拿下，即刻将他打入诏狱，听候发落。是。走。大事已成，哼！这天下将尽归我手。哼哼！听说娘娘精通棋艺，老夫可否讨教一二？棋艺一道，讲究谋定而动，掌控全局。论起心狠手辣，绞尽心机，乐于自愧不如。娘娘布局，死了哥哥，没了陛下，你自己又身陷囹圄。娘娘这局棋，你输得惨呐！太师，终局未到，你又如何得知？殷从救不了你，殷质疑他也做不到。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是一局死棋。我与太师不一样，太师身处棋局，却是棋子，竟还妄想把他人当棋子来利用。可人与棋子终归是不同的。执棋之人，当能知人善任。可人非棋子，岂又是一局棋可以比拟的？总把他人当作棋子，终有一天，自己也会走入亲手部的死局，最后，棋子反噬，满盘皆输。好，好啊！哼，那老夫倒要看看娘娘的布局。哼！陆兄，老夫是爱才之人，识时务者为俊杰啊！我陆九章年纪大了，腿脚不好，面对奸臣逆贼，跪不下去。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，何必多言？秦琼，你这个逆贼！秦琼，你个逆贼！找死你！待今日老夫结果了那毒妇，再将你等乱臣押赴刑场。押那毒妇上来！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。
宇，你胆大包天，谋权篡位，镇杀圣上，你可知罪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欲加之罪。你与陛下单独在宁政殿，我等前来救驾时，陛下已被镇杀，不是你还是谁？救驾，分明是逼宫。真相如飘忽闪烁的烛影，谁又能看得清楚？哼，罪名已定。老臣请求，恭请启王殿下顺应天意，继皇帝位。顺应天意，继皇帝位。殿下，陛下已然驾崩，自古兄终弟及，此乃古法礼制，还望启王殿下顺应天意，继皇帝位。皇后娘娘一直说您内心诚悯，不惹尘埃。殿下若能坚守本心，方有一线生机。相信殿下定能明辨是非，拨云见日。秦琼，你本是大仓臣子，不求兼济天下，造福百姓，反而要行谋逆之事。3年前玄机阁，你便意图逼宫，如今你再度谋逆，天良丧尽。原来如此啊！真是没想到啊！秦琼，你这个逆贼，还不快快认罪伏法！简直是丧尽人伦！殿下，你这胡言乱语，老夫怎么有些听不懂啊？堂堂皇子，岂可被贼人挟制？我因之一夜，誓死不从。誓死不从，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局面？去死！小心！秦琼，乐云，乐云，都别动！苏乐宇，今日老夫就要血溅当场！报！靖远侯苏文成带着一队人马包围了皇宫。苏文成他没死。陛下和我早已识破你的阴谋，已暗中派人接我哥进城。启王殿下突然回到中都，我猜想，是太师你必有阴谋，我便暗中召集了禁军，向你传递我哥已死的消息，以备今日之用。好一招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之法。太师，如今这棋局，胜负又在谁手呢？如今你苏乐宇在我手上，苏文成纵然有千军万马，料他也不敢轻举妄动。苏家家训，不救人质。我就不信那苏文成能看着你死。所有人听令，带着苏乐宇死守宫门。是。果然妇人之仁，不堪重用。秦琼，我一生为你所用，今日我不愿再为虎作伥。乐宇，我欠你的，欠先帝的，欠陛下的，今日一并偿还。
强征逆贼，打入死牢，凌迟处死！天要亡我！天要亡我！林总，林总，梁宇，对不起。来年春天，带上我们最好的弓箭，我们策马扬鞭。林总，林总。林总，世间诸事皆有定数，情结爱恨，也不过是浮生幻影。且放宽心怀，顺应天道自然，方得内心安宁。乾坤浩瀚，心事定会找到自己的天地。常言哥哥，风波已过，朝局安稳，这一关，你我算是闯过了。荆州啊，你的父皇是一位开启盛世的明君。常言哥哥，我定会将荆州培养成一位心怀天下、敬贤爱士的明君，以完成共创盛世的夙愿。说起来，我有些想你了。即日起，实行新政，寒门子弟
不论男女，都可以读书科考，入仕为官。臣遵旨。诸位大人，待新帝成年，本宫还政。从今往后，大仓的百姓，江山社稷，就拜托诸位大人了。臣等定当全力以赴，拥护新政，为大仓鞠躬尽瘁，共保社稷安稳。母亲，我们站在这里，有大臣抬头会看到吧？皇儿，你要记住，这世间百官大多只顾低头前行，从不抬头。而君王之道，便是让那些敢于抬头望天之人，拥有更广阔的天地。